她5岁卖给别人做童养媳，在婆家干着最苦最累的活。婆家却根本没把她当人。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死蹄子，你可是我们花了1两银子买来的，你不干谁干？不仅如此，婆家一家子都好吃好喝的，唯独她却只能啃红薯。直到相公考中了秀才后，我家儿子可是秀才了，要娶也要娶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这死蹄子哪还配得上我儿子？若是我未来的妻子不介意的话，到时我将你收房为妾；若她介意，那你只能成为我的丫鬟了。听到这样的话，一向懦弱的她竟一时想不开，直接撞到自己昏死了，或许是很隐忍。这时，一个现代女子穿越来到这间，更幸运的是，她把她家的超市也带过来了。既然不能嫁给陈家，我也不愿做妾和丫鬟，我自请离去。你想得美，你可是我们陈家花了1两银子买来的，这么多年供你温饱，又给你衣穿，我们陈家对你可是有天大的恩惠，你竟想一甩袖子便自请离去？大户人家买个丫鬟，少说4、5两银子，1两银子可买不到丫鬟。再说家里地里的活，基本都是我做，哪怕是丫鬟也有月钱，少说也有500文吧，1年下来就是6两银子。我在陈家8年了，你们给我结亲吗？你是我陈家的童养媳，要什么月钱？既然我是童养媳，那我和陈秀才何时成婚？一个女子竟口口声声嚷着成婚，也不知羞。抛弃糟糠的人都不知羞，我要知什么羞？要么定个日子成婚，要么放我离去。想让我做妾做丫鬟，不可能。而且咱们之间也没写卖身契。那咱们现在写个卖身契。陈大秀才，你读书把脑袋读坏了吧？我不愿卖身于你陈家，写什么卖身契？陈家几人哑口无言。这时才发觉眼前这个女娃完全不像是以前那个懦弱的女子。难道这一撞把脑子撞坏了？你们也不必打主意，说让我做媳妇，哄着我在你们家继续当牛做马，到时候一休了事。因为那么你陈大秀才可就不值钱了，一个二手货，到时候想娶到大户人家的闺女，不丢死人吗？话说的陈家几人满脸通红。要知道陈星学中了秀才，如果给人知道他是二手货，哪还有什么大户人家肯把女儿嫁给他？而陈家一家子也都盼着陈星学能娶好人家，将来也能翻身了。你这黑心肝的死蹄子，看我不收拾你！说着，吴氏抄起扫把想教训余花，却不料被反手一个嘴巴。你这黑心肝不孝的死蹄子，竟然连婆母都敢打了！难道我还让你打不成了？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余花，既然你执意要离去，那我们当爹娘的便如了你的意。只是你到底是我们陈家花1两银子买来的，你也要把这1两银子还清了才行。你也知道，当初你5岁来到陈家，是因为你夫家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你爹娘才把你卖到这里。况且我们从未亏待你，一直都供你吃饱穿暖。不行，这死蹄子吃了咱们家多少粮食？1两银子哪够？2两银子，还2两银子来，我便让你走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不走了，反正我不会干活的。你这没心肝好吃懒做的死蹄子，不干活是吧？好，老娘就让你3天饿9顿，到时看你还嘴硬不？青莲，今晚你做饭。娘，我才不做，要做也是让这个死丫头来做。你一个女孩子家连做饭都不会，以后怎么嫁人？等几人走出屋里后，陈星莲越想越气。余花，你快起来去煮饭。说着，陈星莲走过去想把余花扯下床，却不料被反手一个嘴巴。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你只是我家的童养媳，我可是你相公的妹妹。我是童养媳，那就是你未来的嫂子。你对嫂子不敬，我自然要教训你。你再敢打我试试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教训完陈星莲后，余花来到厨房，闹了半天，还不是乖乖来做饭吗？算你识相，赶紧煮饭。然而余花根本没理他，而是倒了杯水，往里面放了一块红糖，然后一口气喝了。一旁的陈家母女惊呆，要知道红糖在古代可是十分珍贵的东西，她们母女俩过年也没舍得吃一点，而余花却一口气把整块红糖都吃了。你疯了！你竟然喝了我的红糖水，老娘我今日非教训你不可！说着，吴氏抄起扫把。真是反天了，媳妇竟然在家打婆母。先前不是说要让我做妾做丫鬟吗？她怎么又成我婆母了？儿子，你娘被媳妇打了，你赶紧替娘狠狠收拾她。娘，我一介读书人，动手不适合吧？不过你对着婆母和小姑子大打出手，我可以休了你。笑死我了！可以啊，休书我会好好留着，日后你娶了媳妇，我再拿出来给她看。你休了我，你也是个二手货。你不知所谓，不知廉耻。我懒得跟你们打嘴仗，我劝你们快点写好文书，我们和离，否则你们别想好活。先做饭，等咱们吃饱了再收拾他。半个时辰后，陈家母女终于做好了饭，这还是他俩从余花来到这个家以来做的第1顿饭。你这黑心肝好吃懒做只会吸血的死蹄子，你还敢过来吃饭？我们可没做你的饭。你个童养媳，本来就没资格上桌吃饭。是啊，陈秀才家是真清高，自家人吃白米饭，童养媳不是吃个土豆就是块红薯，竟然还吃了好几年。他既然不让我吃的话，那你们都别吃了。说着，余花当场把桌子掀了，陈家人几人惊呆，真是反了天了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我们陈家怎么会有你这样胡搞蛮缠的死蹄子？不让你吃，你还不让别人吃吗？今天老娘不收拾你就跟吴梦打姓。说着，吴氏抄起扫把，不料余花跑到屋外，吵闹声很快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注意。这是要干嘛？打架
干嘛？看样子是陈家想打死余花丫头啊！各位乡亲，请你们给我评评理。陈家出了个秀才老爷，如今看不上我这童养媳了，说要娶大户人家的小姐，因此要让我做妾或做丫鬟。更可笑的是，我说那我不愿做妾做丫鬟，我自请离去。结果陈家人让我赔他们2两银子，只因为这些年我在他们家不是吃红薯就是土豆，而他们每顿都是白米饭，更别说丫鬟每月都有至少500文月钱吧。而我干的活比丫鬟还多，吃的又比丫鬟少，你们说我该不该赔他们2两银子？这样算的话，我这童养媳不算媳妇，算丫鬟的话，那该不该把月钱给我结清了？此话一出，现场一片哗然。我表姨家的孙女养不活，也是卖到大户人家做丫鬟，得了4两银子不说，那丫头每个月还有500文钱呢。余花丫头命也太苦了，这些年给陈家当牛做马的，本以为终于苦尽甘来，当上秀才夫人，结果啥好处没捞着，到头来还赔陈家钱。平日里我只是看见啥脏活累活都是余花丫头干的，想不到陈家人还这样对待她，这陈家太不是东西了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。你们这是闹什么？李正，您来的正好，我家死蹄子要反天了，您快来给我做主。李正说，陈家不把我当人，想要让我做妾做丫鬟，我不愿意，我要自请离去。你是我家花1两银子买来的，怎能说走就走？1两银子能买个妾还是买个丫鬟？而且我可是良籍，你家想买妾买丫鬟，不会是想强买强卖吧？李正说，如果陈家这样做，我就去县衙击鼓。听到余花说要去县衙击鼓，陈家几人顿时慌了。要知道，一旦坐实他们家强买强卖的话，那可是会被抓去坐牢的。但吴氏却还不依不饶。那我们让你走，你还我家2两银子。好，那你们把我在你家做活8年的工钱结算给我，500钱1个月，结算清楚后，我给你2两银子。如果当我是媳妇，休我也成，合理也罢，要有文书我无所谓，反正我以后也不想嫁人。但你陈秀才可是个2手货了。什么？夭寿了，陈家哥才考中秀才，要是成了2手货，那还有大户人家肯把女儿嫁给他呀？不过陈家也真是刚中秀才就把余花休了。对呀，余花也是命苦，摊上这家人。这时陈家祖父走过来，你们赶紧拿1两银子给他，让他离开。吴氏还想说什么，陈老头却阴狠地盯着他。这个蠢妇再闹下去，大孙子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余花丫头，往日里见你，以为你是个好女子，今日我陈家心善，给你1两银子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剥削我8年，1两银子，还以为自己发善心，占了便宜还要扯面大旗。今日我心善，不想多纠缠。各位乡邻正好给我做个见证，陈家得给我一纸文书，写清楚以后老死不相往来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我也不是你陈家的什么童养媳，只是你家的帮工，8年的工钱1两银。随后陈家人商量一下，虽然感觉十分憋屈，但为了陈清学的大好前程，只能选择给余花1两银子，让她离开。等余花走到村口时，一个脏兮兮的小丫头突然拦住她。大姐对，你是谁？大姐，我是妹妹苏喜儿，你是我的大姐余花。瞬间，余花从原主的记忆想了起来，这是自己的小妹苏喜儿，自己5岁时成了童养媳，那时弟弟2岁，小妹才出生几个月。大姐，爹爹死了，你快跟我回去。老天爷啊，我才刚摆脱掉一家极品，你又整一出，唉。好，咱们回家，我已经不是陈家人了。苏喜儿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流着泪。余花看着这个8岁的小姑娘，想到她一个人走了10多公里来找她，实在觉得可怜。于是余花趁喜儿不注意，从空间里拿出了2盒牛奶和面包，先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坐牛车回去。看到余花拿出自己从没见过的食物，喜儿很吃惊，但也没说什么。他挺懂事的，没缠着我问东问西。直到2人吃饱喝足后，好吃吗？大姐，这是什么啊？特别好吃，我从来没见过呢。这是面包和牛奶。对了，喜儿，现在我说什么你要仔细听。你大姐我得了一些好东西，能让咱们活下去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给别人知道。大姐，我知道的，要是被别人看到了，就会被抢走。余花诧异看了一眼喜儿，看起来平日里妹妹没少给别人抢啊。不过这个妹妹看来还比较聪慧，也很懂事，并不会追根问底。是的，要是给被人知道了，就会被别人抢走。喜儿很懂事，等下咱们坐上牛车，你再慢慢把家里的事情告诉我。2人坐上了牛车后，喜儿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余花。原来父亲苏三在山上砍树，不幸被打下来的大树压到狗带了，而母亲于是被外祖父家的人强行带回了娘家。伯父们逼迫我和哥哥，让我们把房子交出去，但又不愿意给爹爹买一副薄官。自己好不容易脱离了童养媳的身份，本以为能过点轻松日子了，哪知还有高手。放心，喜儿，有大姐在，大姐不会让别人欺负你们的。经过县城时，余花又买了几个包子，2人回到苏家，只见弟弟苏小伯一个人跪着守灵。二哥，我把大姐找回来了。大姐，你回来了。好了，先别哭了，事情喜儿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先吃点东西吧。等小伯吃完包子后，余花便对他说：小伯，你现在去请李正过来。不一会，小伯就带着李正来了。李正看到余花，马上就认出了余花是苏三的大女儿。回来了就好，你爹的事你有什么想法？你不是陈家村的李正吗？怎么会在苏家村这里？啊，哈哈，你说的那个是我哥哥，
我们兄弟确实长得很像。原来是这样，李正叔，我们姐弟不懂规矩，想请李正叔照看了。我爹要尽快入土为安，我手里只有些许铜钱，只能买口薄棺，请村邻帮忙下葬。原本李正也正烦恼着苏家没有人理后事，现在见苏三的大女儿回来，他也放下了心。苏大苏二真不是个东西，不愿出棺材钱不说，还想着要占房子。李正叔，事情我已经听弟妹说了，我也不想劳烦我2个伯父，我这有1两银子，麻烦你和村邻们帮忙了。好，我这边让人去买副棺材回来。很快，李正就买了一副棺材回来，同时也喊了几个人来帮忙。有了这些人帮忙，苏三总算入土为安了。李正叔，我还有事要请您帮忙，不知我家这房屋是否有房契？我那大伯二伯觊觎了这屋子，虽然屋子不怎么值钱，却也是我们姐弟3人的安身之处。我记得以前似乎有房契，这屋子也是你爹从旁人手里买下来的。如今我爹故去，我娘也不在家，我也回来了，请问李正叔是否能帮我们姐弟重新立户？户主就写小伯的名字。这个好办，不过今天太晚了，明日我去县衙办妥。对了，你那夫家你不回去了吗？不瞒李正叔，我那夫家有意另娶，因此我回来前就已经和陈家断了关系。我这1两银子也只是算我在他家帮功德的工钱。听到余花的话，李正很是同情。这陈家真不是东西，虽说考中了秀才，看不上童养媳是人之常情，但8年怎么也不止1两银钱啊！这余花丫头命可太苦了。李正叔，这屋子里小伯为户主，还得找出当年的中人来见证。那你们把那房契找出来。中人是你们的赵爷爷，我这就喊他过来。等李正等人走后，余花又趁弟妹不注意，从空间里拿出了一些食物分给他们。你们放心吧，以后我就和你们在家里好好的过日子。见2个小孩点头，他继续瞎编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本来我撞了注是要死了，结果一个神仙姑子心疼我，又让我回来了。不仅让我回来，还赐了我好些东西，只是那些东西你们看不见，只有我才能看得见。二哥，是真的，我和大姐回来时，我的肚子好饿，大姐就拿出来了一些好吃的，这些好吃也是。难道这世上真有神仙？真的有，你们看。说着，余花又从空间里拿出一袋大米出来。大姐，你快放回去，要是给别人看到了，怕会被抢走。于是余花只好装作慌张的样子，又把米放回了空间。咱们家里还有多少粮食？哪还有粮食啊？我和哥哥都要挨饿了，要不是大姐回来，我们指不定哪天饿死了。大姐，虽然你那有白米，但也不能轻易拿出来，这可是精粮，若是让伯娘看到了，怕是要来抢。他们若是敢来抢咱们的粮食，我定要打断他们的手。先不说那些，你们赶紧吃了这些东西吧。等2弟妹把东西吃完后，李正也带着赵爷爷来了。多好的孩子，苏三怎地就去的这样早呢？几人又寒暄了一番，紧接着小伯把房契拿出来，立完证后，余花从几人不注意，从空间拿出了半斤肉塞到赵爷爷和李正的手里。赵爷爷还想推辞，但余花执意要他收下。赵爷爷，李正叔，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。对了，李正叔，还麻烦你帮咱们家3人立户的事多费心。就这时，门外突然一阵喧闹，原来是苏家大伯、二伯几人来了。小伯啊，你爹突然早逝，丢下你们可怜的兄妹，我身为你大伯，不能不管啊！你们今日就跟随我去，以后由我来照管你们。你知道古代的吃绝户有多惨吗？只要家中的主人狗带了，亲有宗族，就会强占事主的所有财产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妻儿子女也会被卖进窑子里。小伯啊，你爹突然早逝，丢下你们可怜的兄妹，我身为你大伯，不能不管啊！你们今日就跟随我去，以后由我来照管你们。大哥大嫂那脾气让小伯兄妹怎么难生？小伯还是来我家，我和你二伯母一定会善待你们的。大伯二伯劳你们费心了，现在我大姐回来了，以后我们姐弟妹3人一起过日子，就不必你们担心了。你这丫头怎么还在这？你身为出嫁女，既然已经处理完了你爹的后事了，还不回去？大伯二伯不知缘由，我便在此说清楚，我已经从陈家回来了，现在我爹爹过世，以后就由我把弟妹抚养成人。你这丫头莫不是被陈家休了？大伯母还请勿乱说话，我是与陈家解除了婚约，不是被休。哼，说的这么好听，不还是被休了吗？于是余花拿出和陈家和离的文书给众人看。你们2个妇人可不要乱嚼舌根，这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然而是解除婚约，以后余花丫头就带着弟妹过活吧。李正哪有这样的事？余花这丫头明明就是童养媳，现在归家可不就是被休了吗？这文书再怎么写，也不过是名头上好听些罢了。我尊敬你们是长辈，故而称一声伯母。你们明明看到文书，李正叔也解释了，却依然在此乱嚼舌根，那我只能请你们出去了。你这死丫头没大没小，咱们可是你伯父父母，你爹爹既然不在了，那便随我一起生活，以后你们姐弟的婚嫁大事都由我和你二伯父做主。此时我爹爹尸骨未寒，你们就在此大放厥词，怕是不合适吧？再说你们能怎么做主？是给我嫁妆呢，还是给我弟再建个屋子啊？苏大也是没想到，他只是说了一句话，余花却顶10句回来。你这不孝忤逆的女娃，难怪被陈家休了，也不知羞，竟口口声声说起嫁妆来。所以你口口声声由你做主，也不过是想捞点聘礼罢了。我们3姐弟哪也不去，就守在我爹爹留下的屋子里，自己过日子。你们爹爹既然去了，你们自然要跟着我们过活，哪里有还住在这里的道理？去你们家里给你们当牛做马干活嘛，然后再
再让你们挣一笔聘礼银子吗？随着吵闹声越大，围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我爹去世，你们都不愿出那么一丁点银钱来给我爹置办一口棺材，你们会这么好心收留我们姐弟吗？李正说，我爹没有这样的兄弟，我们姐弟也不想认他们。我这子女也不知撞了什么鬼，如今长大了越发不服管教，因此也被退了亲。他们亲爹既然不在了，当然由我们这伯父伯母管。这屋子我们也打算卖掉，毕竟养他们3人要费不少粮食。奈何我们是亲叔吧，即便吃亏，我们也只能咬牙把他们3人养大，以后让女娃风光出嫁，让男娃好好娶房媳妇。苏大，这屋子是苏三留给他们姐弟3人的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余花丫头已经长大，她既然能带大弟妹，倒不劳你们多费心。你们身为长辈，平时多关照就行了。明确告知你们，大伯二伯，这房屋是有房契的，已经添上了小伯的名字。你们想卖，还有谁敢买？我就去县衙敲鼓。我们姐弟3人的事以后都由我做主，你们要想做主都没资格。就凭你们对我爹爹的后事毫不关心这一点，我们便不认你们是长辈。若是逼急了我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死。说着，余花冷冷地盯着苏家几人，就在稍微有点晚的夜色下，显得有些阴森森的。倒叫周氏何氏打了个寒战，这丫头有点诡异啊。紧接着，余花双眼往上一翻，大哥二哥，你们好狠的心啊！你再敢来打扰我的3个娃儿，今晚半夜我就来找。顿时众人吓得落荒而逃。三弟回来了，三弟上身了。第二天，姐弟3人坐着牛车去申新村。经过昨晚3人一番商量，喜儿和小伯还是想把于氏接回来。喜儿丫头，你们是要去县里吗？婶子，我没事去接我娘。夭寿了，这于氏的心也太狠了，怎能就这样扔下孩子就跑了呢？是我外祖父和舅舅把我娘带走的，我娘自己也不想走。话是这么说，但你娘肉硬是不走，你外祖父还能真的把你娘拖走？说来说去还是心狠。他一个妇道人家，怎么养得活2个小的？这还不是打算在家能过上好日子？你外祖父还能再得一笔聘礼银子？一边的余花实在看不过去，便冷冷地说：“婶子们，你们多虑了，我们不是正要去接我娘吗？我娘若是愿意回来，我们肯定活得下去的；若是不愿意回来，我们也希望她以后自己能过得好。”见余花语气有点冷漠，2个妇人也不再多说。很快到了申新村，然而3人还未走进外祖父家院子，就听到有人在哭：“爹苏三才去，你怎么能把我拘在这里？我怎么说也该回去料理他的后事。”哼，你是吃野菜吃傻了？苏家穷成啥样了？你回去怎么料理？你是能买口棺材，还是能做得起道场？再怎么说我也该陪着孩子，哪能这样就把我拖回来？就在这时，姐弟3人也走进了院子。小伯、喜儿、余花，我的余花丫头。说着，他把余花搂在怀里哭了起来。许久后，2人才分开。娘，你跟我们回去，大姐回来了，以后咱们都跟着大姐生活。你这丫头胡说什么？你大姐已经嫁人了，哪里能随意回来？对了，余花都长这么高了，怎么这么瘦？娘都听说了，姑爷中了秀才，以后我花儿就是秀才娘子。娘，大姐已经和陈家断关系了，因为陈秀才要另娶，所以大姐跟他和离了。岂有此理！我和你爹爹日子过得再难，也不敢去陈家走一趟，就怕他们怕我们上门打秋风，不善待你。如今中了秀才，马上就不认这门亲了。唉，娘陈家的事后面我们再说吧，我们今天来接你回去。你们这些不孝的兔崽子，不好好守在家里，去办你爹的后事，到这里来搅和什么？我话摆在这里，苏家那个穷窝，你娘可不会再去了。你娘受了这么多年苦，该享福了。我娘还是苏家的媳妇，我爹尸骨未寒，外祖父的意思是要让我娘再嫁。你这丫头怎么与你外祖父说话？你娘还年轻，再嫁有何不可？你们身为子女，不应该为你娘后半生的幸福着想啊！还希望你娘一个寡妇带着你们3个娃，饭都吃不上。对于于老头的话，余花没有反驳，而是转头问于氏：“娘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娘，你跟咱们回去吧，爹的后事已经办了，已经入土为安，大姐也回来了，咱们一起过日子。你再嫁的话，是不要咱们了吗？你爹的后事已经办了，你伯父他们出的钱吗？伯父他们不但不愿意出钱给爹买棺材，还想霸占房子呢。好在大姐从陈家得了1两银子回来，才给爹买了棺材。大姐也让李证书给我们重新立了户本，现在哥哥是户主了。娘，你和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娘，你跟我们回去吧。虽然咱们家里穷，但只要肯勤快干活，肯定活得下去的。其实于氏也不是铁石心肠，她也不想抛弃自己的孩子，可她一个女人带着3个孩子，怎么活下去？你真是长了个榆木脑袋。苏三都已经去了，你这些娃儿苏家总会照顾的。倒是你带着他们能吃得上饭吗？不过是互相拖累而已。如今说的这门亲多好，家里有银子，顿顿有肉吃，你嫁过去就是享福。你们是真心为我娘做好打算，还是为了得到那些聘礼银子？娘，你可想清楚了。你们是苏家的娃，你娘可是余家的。你们这些娃真是黑心肠，不想看着你娘过好日子，存心要拖住你娘在那个穷。我大舅母可是姓罗，那你怎么不回罗家去？你不是罗家的女儿。什么？余花，不能这般和你大舅母说话。你这死丫头，你爹死了，你的大舅还活得好好的，你敢在这乱诅咒？
娘不知你再嫁能得多少聘礼银子，是为了贴补于家，还是为了给你爹修房子，还是为了给你大侄儿攒钱娶亲？你这死丫头在这逼逼叨叨什么？你们就想拖了你娘？哼，娘你自己决定吧，到底是打算再嫁，还是跟我们回去？唉，你们爹也已经去了，我回去了又能如何呢？我哪有能力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？别说银钱，连粮食我都挣不到。是回去跟你们3个不孝的兔崽子继续吃野菜吗？我那不知外祖父给我娘说的是什么亲？哼，我还会害你们亲娘吗？她可是我的亲生闺女啊，就是隔壁村的刘屠夫，盖了青砖大瓦房，挣了不少银子，时常能吃上肉。你娘嫁过去，不是想不是什么？有说这是一门好亲的，有说这前任像拱尸骨未寒，哪能这么快又再嫁的？就是啊，我听说刘屠夫上一个老婆就是被刘屠夫活活打死的。放你们的五香麻辣螺旋屁！你们在狗叫什么？人家刘屠夫人不知道多好，怪就怪他那老婆是个短命鬼，没那享福的命，而且于是又不是现在就嫁过去，怎么说也得过了7期之后，这样才算对得起苏三。唉。娘这么说，你是下定决心做出了选择？娘以后若是过上了好日子，会尽力帮衬你们的。余花，你在陈家过得好，不知道穷苦日子有多难熬。别说吃大米白面了，有时候就连野菜粥都喝不上。你们别怪娘，都是娘没本事。说着，于是又哭了起来，一边的喜儿急了：大姐，你能不能好好劝劝娘？你能不能跟娘说，咱们其实有好吃的？其实余花何尝不想好好劝劝娘，只是她要确认于是好亲娘才行。若是于是把孩子疼在心里的，她自然愿意接纳他，也愿意与他一起过好日子。但是显然于是过怕了穷日子，如今只想为自己的后半辈子考虑，不想再被前任相公留下的拖油瓶拖累。娘，你要想清楚了，跟着我们姐弟3人，以后日子肯定能越过越好。弟弟说不定以后还能读书，能光耀门楣，而且我和妹妹也已经长大，不再是拖油瓶了。你这丫头可真会吹牛，你爹都已经去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能力翻身？还是不要想着走了你娘的好路，让你娘下半辈子过好点吧。唉，娘你再嫁的话能得多少银子？既然你打算再嫁了，总得留点银子给我们3个吧，不然我们怎么活得下去？放你的叙利亚风情屁！你娘是我的亲闺女，她的聘礼银子当然只能是我这个老子拿着。我这屋子要修缮，我大孙子快要娶亲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你们这些苏家的兔崽子？娘，你再嫁是为了自己过好日子，为了给外祖父家挣点聘礼银子用来修屋子，为了给表哥娶亲吧。小伯，当初我嫁给你爹，聘礼才2两银子，连房屋都没有。我倒不是怨你爹穷没本事，但我身为女儿，却连爹娘的生养之恩都还不上，我也愧对你们外祖。若是以后聘礼银子到手，我给你们半两银子，让你们也能活得下去。行了，娘，那到时看你能否给我们半两银子吧，咱们都拭目以待。希望你不要为今天的决定后悔。说完这句话，余花叹了口气，便对弟妹说：娘已经做出选择了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2个小萝卜也没再说什么，但眼眶里已经满是泪水了。显然他们很明白娘抛弃了他们。余花，你好好带着弟妹，你们是苏家的娃，你们伯父必须要管你们的。娘，你就不用再在这儿说谎话欺骗你自己了，说这些能让你自己心里好过一些吗？方才喜儿不是说得很清楚了，连棺材钱他们都不愿意出，还想着霸占我们的房屋，你却还在这儿念叨，有意思吗？于是不妨余花直白戳他的心，顿时又浮上了眼泪，但他依然喃喃道：不会的，你们是苏家的根，苏家必须要管你们。唉，余花也不再说什么，这个便宜娘愿意自欺欺人，也随便他吧。直到余花几人走后，于是依然哭哭啼啼。好什么？他们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这么大了也不知为你着想，只想着拖累你。你听余花那丫头胡吹大气了，说什么以后小柏读书，这天都未黑就做起梦来了。李老头心里的气很不顺，一想余花那个死丫头对了他好几句，他就气得很。爹，你可别再这样说了，我到底是他们的亲娘啊！余花这丫头是彻底恨上我了，你没看她刚才说的有多绝情？就是给秀才做童养媳，做的他人都自大起来了，连你这个亲娘都不放在眼里了。他也不想想，若不是你以前眼光长远，哪里轮得到他去秀才家过好日子？爹，余花那丫头已经从陈家出来了，她和陈家已经断了关系，陈家要另娶了，她就是得了陈家1两银子，才把他爹给安葬了。李老头一听，顿时气不打一处。这个逆女，大好的前程给她安排好了，她自己还不懂得把握，真是一点出息都没有。就这样的娃儿要来有何用？幸亏你没跟着他们回去，回去了你第一件事就是去拔野菜。这么想着，于是的心里也渐渐平静了下来。这几个亲戚到底有多狠？上集吃绝户不成，这集又跑来偷大米。唉，娘的心意你们也看清楚了吧，各有各的缘法，希望娘以后过上好日子吧。如外祖家的人所说，咱们也别拖累他了。大姐，为何不告诉娘，咱们可以过得很好的呀？喜儿，你想过没？若是那些好东西都用完吃完了呢？若是咱们压根就没有这些个东西呢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听到余花这么说，苏喜儿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默默擦干泪，也不再哭了。经过县里，3人买了些杂粮。余花见喜儿眼睛还是红肿着，有些可怜，便从空间里拿了2颗糖出来，给2个小萝卜1人1颗。吃到糖的苏喜儿顿时眉开眼笑，好甜啊！大姐真好吃。以前爹娘给你们买糖吗？
很少，只有过年时能吃上1-2块饴糖。糖真的太贵了，哪里吃得起啊？那我们努力赚钱，有钱了以后天天吃。三人终于回到家，然而他们一进屋就发现屋里一片狼藉，东西都被翻乱了，就连造屋的米桶本该还剩下2斤左右的大米也不见了。大姐，还好你把东西藏得好好的，否则那文书和副本要是被偷走，那就麻烦了。唉，看来重要东西还是要藏到空间里。我怀疑是伯父们偷的，连米都偷走了，应该是他们。村里人可不敢乱进人家屋子。看来他们见我们有钱安葬爹爹，就想着还有剩下的。还好那些金贵的东西用完了之后，咱们就收了起来。唉。咱们先吃午饭吧，吃完饭后我们再去伯父家。随后，余花从空间里拿了一些肉出来做午饭。大姐，都没过年呢，我们吃这么好，以后没有了怎么办？就是因为子时有，因此咱们现在就吃啊，不吃的话，万一以后没有了，你们说后不后悔？本来我都是想省着的，但大姐这么一说，真有道理。以后的事是什么样的，咱们谁也不知道。趁现在能过好日子，咱们就吃好喝好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吃完饭后，余花就带着弟妹来到苏大家里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大伯，今日我们不在家，你去我家里做什么了？我可没去你家，可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原本我家还有200多文钱，这下全被你拿走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一旁苏喜儿和苏小伯知道这是余花故意诈大伯，因此也配合道：大伯，我们就剩下那些钱了，还给我们吧。如果没有那些钱，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放你们的孟加拉老虎屁！你们这3个兔崽子在这装模作样，连你们亲娘都不愿回到那破窝，你当我们愿意去吗？还200多文钱，你这是在发梦吧？就是有200多文钱，我们还买了好几斤白米，都不见了，都被你偷了。还想着你们有白米吃呢，兔崽子们赶紧滚出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我要去搜，你们别以为我爹过世了，就这样欺负我们。说着，余花不由分说就往灶屋里冲，果然在饭锅里看到了些许白米饭。看你们不就是偷了我家的白米，中午正是吃了米饭。你这小娼妇不要乱嚼舌根，我家本来就有白米，哪还用得着去你们那穷窝里去偷？我不信。余花不依不饶，又来到后院，只见一只母鸡正打算下蛋，余花二话不说就把母鸡收进空间里。你这死丫头还找什么？啥也没有吧？你们这些兔崽子都给我滚出去！余花马上带着了2个小萝卜一溜烟跑了。不过是2斤米而已，哪里还能让这死丫头找到？爹娘，你们听那死丫头说，她那本来还有200多文钱呢，咱们可没瞧着，莫非是二叔拿走了？我看极是可能，难怪老二不声不响的，咱们得了2斤米还在这儿笑呢，老二家却得了200多文钱，这我可不能忍，得让他交出一半来。走，我们去老二家。说着，苏老大一家4口就朝着苏老二家里走去。很快，当天下午就有好事者说起八卦，苏老大和苏老二打了一架，也不知是为何。稀里糊涂听了一耳朵，好像是说苏老二偷了他家的铜钱。哪里能偷到他家的？他家哪有铜钱让他弟来偷？听到消息的苏喜儿立刻就兴冲冲地跑回家。大姐，你那样一说，果然大伯去找二伯，两家还打了一架呢。改日咱们还是要去买把锁，出门时要锁上门。大姐，我真恨自己怎么还不长大。若是我现在有10几岁了，大伯二伯也不敢如此欺负我们。没事，现在你可是我们3房的户主了。大姐，妹妹我一定要立起来。爹爹虽然过世了，但还有我一定要把家里撑起来。3人正聊着，这时院门忽然传来敲门声。我路过此地，看来今晚要错过驿站了。能否借住一晚？我出1两银子给我做顿饭，让我有个地儿睡一晚上。我操！公子不嫌弃的话，我家里只有姐弟3人，不过我也会尽量让你吃好睡好的。那感情好，为表诚意，我先付定金。果然，少年丢过来1小块碎银子，余花稳稳接过，心里顿时心花怒放。你要先休息一下嘛，我可以先给你铺床，用饭时我再叫你。那有劳姑娘了。紧接着，余花来到苏小伯的房间里，一看到苏小伯那臭烘烘的被褥和床单，顿时有些犯难。别人可是给了足1两银子，总不能让人家睡在脏兮兮的床吧？纠结了一会，他还是从空间拿了干净的床单和被子出来，然后和苏喜儿把苏小伯的房间打扫了一遍。这乡下屋子干净不说，看起来也有几分雅致。下午的时候，他躲在苏大的柴房里，原想着将就躺一晚，却恰巧看到了余花妙手空空的绝技。这女娃真有趣，随手一抓，鸡竟然凭空消失了，到底是什么武功？没多久，余花做好了饭，谢承安每样菜都尝了一口，只觉得味道非常不错。味道真不错，这1两银子花的真划算。你满意就好，我说了会让你觉得物有所值。就在几人正吃着饭时，苏大和苏二带着好些人走了进来。果然你这狐妹子竟然收留了陌生男子在家，脸都不要了吗？余花丫头，虽然你爹不在了，你娘也跑了，但你还是咱们苏家的丫头，哪能如此行事？你也不小了，之前也是做过童养媳的人，要不是人家陈秀才不要你了，你都快要成亲了。苏老大看到桌子上的鸡，顿时很是气愤。被我们抓着了吧？这只鸡不就是我家丢的那只鸡？
没错，我家丢了一只老母鸡，却在你这小娼妇的桌子上，你真是黑了心肝，没了良心，连亲戚家的鸡都偷。就在余花不知怎么开口时，谢承安开口了。你们这两妇人，这明明是我从县城买来的鸡，让苏家姑娘给我做了饭时，我给她银钱，怎么到了你们口中却成了你家的鸡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明明就是我家的鸡，这死丫头下午去了我家一趟，我家的鸡就不见了。大伯母，你家的鸡不见了，可不要赖到我头上。我去了你家是不错，是因为你上午趁我们姐弟不在家，到我家来乱翻乱偷，不仅把我家的白米给偷走了，还偷走了我们200多文钱。什么？放你的五香麻辣螺旋屁！你个死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哪里有200多文钱？我可没见着。铜钱没见着，米总是你偷的吧？米也不是我偷的。二宝、二伯母、大伯母偷了我家米，中午时还没否认，这会却否认了，可见那200多文钱也是他偷的。总之我的钱和米都不见了，不是他们就是你们。好你个合适，上午还口口声声说是我们偷的，原来明明是你们偷的，还想把这帽子甩到我们头上。既然你偷了那200多文钱，就该分一半给我们。可是很快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给周氏使眼色，然而周氏却浑然不觉。我真的没偷，这个死丫头是胡说八道的。大伯母、二伯母，你们真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，看来你们是各自都来我家翻了一通。总之我家的钱和米就是你们偷的，居然还说什么偷的200文该分你一半。李正叔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大伯、二伯他们露馅了，今日从我家偷走了米和钱，我要求他们还回来。放你的香格里拉酒店屁！天地良心，我压根就没偷，反倒是这个死丫头把我家生蛋的老母鸡偷走了，还直接炖了，就炖给了这个小白脸吃。正说着，何氏忽然哎呦一声大叫，等他反应过来，只见他的嘴角已经肿了。大家不用慌，是我用小石子弹到这妇人嘴上，略施薄惩而已。李正叔，你来的正好，小子因错过宿点，路过此地，便叩门问是否方便让我投宿。我给了1两银钱，和苏家兄弟谈好，用饭和住宿一块。当听到谢承安给了1两银子，所有人都惊呼了。随随便便出手就是1两银子，只是吃顿饭，住个所而已，为何不来自己家呢？自己家饭是肯定更好，房子也干净宽敞得多。我这1两银子总不能白花吧？我从县城买了只鸡，肯定得让他们给我炖好吧？哪知我们正好好吃着饭，这妇人莫名其妙上门说这只鸡是他家的，莫非你觉得我需要讹你1只鸡不成？李正叔，你也知道我爹爹才过世，我2个伯父都不管的。我从陈家归来，手里的那些银钱，除了安葬我爹爹，只剩下200文钱。哪知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如今200文钱都被偷走，就连2斤米也被偷走。哪知天上掉下来个馅饼，这位公子哥来投诉，给1两银子，我岂会不挣这个钱？婶子们，如果是你们不愿意挣吗？我伯母却又上门来搅和，生怕我挣了这个钱。我当然愿意挣啊，不过是做顿饭，铺个床，1两银子啊，够吃住1个月呀。正是如此，连那只鸡都是这公子哥自己拿来的。这样的好事，难怪余花丫头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呢。刘嫂子，不是你说的，见到有个青年男子到我侄女家来了吗？说是他们孤男寡女，怕是有损声誉。再说我的生蛋老母鸡真的丢了，就在余花丫头从我家走后，鸡就不见了。何氏，你莫乱说，我明明说的是有个少年郎过来，是小伯开的门，两人说了好一回子话，我哪里说了他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？李正叔，我这伯父伯母忽然上门，对着我就是一顿训，往我头上扣帽子，不但不让我挣钱，还想着要毁我名声，这样的亲戚我可不敢认了。随后余花3姐弟都一副委屈可怜的样子，让围观的人群觉得很是同情。你们这2个妇人再敢到余花家里头乱翻，就把你们关祠堂里。虽然他们爹已经不在了，但也是咱们村里的正儿八经的人家，莫以为是亲戚，你们就能以大欺小，你们这是偷盗。再说这位小哥们来投个宿，吃过饭，让余花丫头有点银子赚，你们就那般眼红，街坊邻居都要有3分善意。况且你们还是苏家的人，你们这般欺凌他们，苏三怕是都闭不上眼。李正叔，还请您给我们姐弟做主，我伯父伯母他们把我家的铜钱和米都偷走了，我要让他们还回来。大伯母口口声声说我偷了他家的鸡，当时我从他家出来时，所有人都清清楚楚的看着我，我怎么才能偷鸡？那鸡又不是一枚铜板，我葬哪里？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一边的何氏好想要狡辩，李正却不耐烦了。事情已经很清楚，你们2家都不承认偷了余花丫头的钱和米，但实打实就是你们2家干的，每人赔一半。什么？我要打死这个死丫头，在这张口就来胡咧咧。李正叔，这样的亲戚我不敢认了，我要断亲。李正叔，如今我们是单独的一户，我们只想3姐弟好生过日子，不想再与大伯二伯有任何牵扯，我们要和他们断亲。这几个亲戚到底有多狠？上一秒他们大哥没了，下一秒他们就想霸占大哥的家产，
还想把大哥的孩子也卖掉。李正叔，各位叔婶，大伙儿都看在眼里，我爹身为大伯二伯的亲兄弟，就连身故也得不到大伯二伯的一口薄官，幸亏我从陈家回来了，带回来些许铜钱，才能让我爹入土为安。那日我带着喜儿刚到家，看到我这么瘦弱的弟弟一个人孤零零的守着我爹的尸身，而我爹被一卷草席所裹，可怜巴巴的躺在门板上，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。这个时候我爹的亲兄弟在哪里？他们生怕多出一枚铜钱，多出一分力，都躲得远远的，这便罢了，毕竟我娘也跑了。但是如今我们姐弟好不容易自己立了户，想着要好生过日子了，旁人对我们尚且有3分善意，但是我这亲大伯亲二伯竟做出上门偷盗的事儿来，我的伯母又想诬陷于我，毁我名声，我实在不能忍，说我不孝也便罢了，我们就是不孝，我们要断亲。余花说的句句感人肺腑，简直让人心碎，有些妇人当场就抹起眼泪来，就连谢承安也一脸同情地看向他。余花丫头，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来啊！到底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儿还是要依靠家里人好啊。还会有比我爹身故更大的事儿吗？这么大的事，他们都能冷眼旁观，我还能寄希望于他们以后会帮我们姐弟其他事吗？我可不敢。李正叔，我们3房与他们大房2房断亲。苏家几人赶忙换上了一副笑脸，好言好语劝说。余花丫头啊，你瞧瞧你这丫头，气性怎地这般大？咱们大房2房穷得很，哪有银钱给你爹置办棺材啊？咱们就是想着，你可是秀才娘子，当然有你这长女回来主事啊。正是如此，你是个好丫头，也没辜负咱们的期望，果然给你爹置办了棺材。今日这些个事都是误会，咱们自家人说开了也就罢了。余花丫头，你说你一个小丫头，怎么带着弟妹过活呢？还是要有亲伯父照管之好。有这样的照管吗？都直接上门来偷盗了，偷了我200多文钱，连2斤米也偷去了，还不是想着让我们姐弟给他们当牛做马，以后再给他们挣点聘礼银子。这时，一边的看热闹的谢承安也闲不住了。李正叔，这件事儿原本不该由我一个外村人说话，只是我从府城来，大家士族虽说不轻易分家和断亲，但是只要是户主能做主，便有说话的权利。我见小柏兄弟也是极老成的，不如听听小柏兄弟怎么说。然而小伯未出声，苏大却厉声喝道：“哼，小伯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是3房唯一的根，可是我苏家后人，怎能有你大姐鼓动几句，以便要与我这个亲伯父离心呢？”李正叔，各位叔伯婶子们，我与大姐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我不愿再与大伯二伯做亲人，我要断亲。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寒了我们3房的心。还有，即便断亲，我们那200多文钱和2斤白米也要还回来。什么？苏大啊，我看啊，你们把那200文钱和白米还给余花丫头，再来说断不断亲的事儿。正是，连那点钱和米都要偷，谁还能相信他们会照料这几个娃？我真没拿，肯定是周氏拿的。周氏你们2口子拿出来吧。肯定是你拿了，还想栽赃到我头上。余花丫头不是在你家找到白米了吗？你来都来了，怎么可能只拿白米？你不是说把这屋子里翻了个遍？哼，你们不也来过吗？最后，在所有人的指责下，苏大和苏二2家人赔出了200文钱，米也拿了出来。然而，正当苏家几人以为这事已经过了时，李正叔，简日不如撞日，今日我们就要断亲，能否麻烦你给我们做个见证，写个断亲书啊？我说你这死丫头听不懂人话吗？米和钱都已经赔给你们了，还想怎么的？非要闹事吧？是不是你爹死了，没人能管得住你们这些死小子死丫头？苏大的一番话，苏喜儿猛地大哭起来，苏小伯也两眼通红。李正叔，这还未断亲呢，我这大伯就这副模样，我们不敢认这门亲了。今日不管写不写这断亲书，我们苏家3房都不再认他们，以后我们3房的事全由我们自个儿做主。唉。爹，你昨晚托梦给我，今日我如你所言，就与他们断亲。这时，不知哪里吹来一阵风，所有人都缩起了脖子。这是苏老三托梦让余花这丫头务必断亲。看来苏老三实在是心不甘啊，哪怕已经死了，都担心2个哥哥会欺负自己的娃。原本想在斥责余花的苏老大、苏老二，此时也有点害怕了。各位叔伯婶子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刚才屋子里变得格外冷？说不准我爹就在这角落里，看着他的好大哥、好二哥欺负他的3个孩子呢。余花丫头，你可别乱说话。2位伯母，昨晚我爹说了，今晚半夜时就会立在你们床前。断亲，我们要断亲。这3个兔崽子有什么好的？要他们干啥？今日就断亲。于是，在李正和村民的见证下，余花3兄妹和苏家终于断亲了。等所有人都走了，余花安排好谢承安和2只小萝卜，自己则到邻居家借宿了一晚。第2天，谢承安醒来，余花3兄妹早已做好了早饭。这面甚是精细，又细溜又均匀，你有一手好刀工。这可是我从空间里拿的挂面，我哪能擀得出这样的面？只是还不够筋道，但也属是不错了。而2个小萝卜安静地吃着面，只觉得这面太好吃了。昨晚我伯母说我偷了他家的鸡，你却为我做伪证，说是你从县城买来的，为何帮我呢？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。我一看那些个无知撒泼的妇人，便生厌，自然要帮你。更何况你还收留了我，让我吃好睡好。
所以说，那么到底是不是你偷的？怎么会是我偷的？那鸡自然是我家里的。我帮了你，你却不说实话。若是鸡是你家的，你昨晚就直接对你伯母说是你家里的，不就成了？还需要我来说谎，帮你掩饰？看着谢承安一脸促狭，余花不禁脸上一红。本来也不需要你打掩护的，是我还未来得及说话，你便自己说了。你真是嘴硬。若是你家有鸡的话，也罢了，都是小事，我怎么跟一个女娃计较上了呢？接着，谢承安掏出一块碎银子递给余花，余花却不愿接。你也只是简单的吃2顿饭，睡个觉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银子呢？怎么不好意思接受？再说吃的饭也很丰盛，我很满意，还有那铺盖也很舒适，感觉比我住的客栈还要好些。1两银子我觉得很便宜，收下吧。余花也不再多说，便把碎银子收下了，但她也不想白白又收人家1两银子，于是你稍等一会。然后余花回到房间，再次出来，就递给了谢承安一袋馒头和一瓶救心丸。这瓶是什么？这是非常好的药，对心急有特效，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病情发作时，放10来颗到舌底，一般来说能缓解病情。顿时谢承安有些感动，没想到上集他无意提到母亲患心急的事，余花竟然记在心里，于是又拿出了一块碎银子递给了余花，生怕余花又不愿收，瞬间就一溜烟跑了。有了这些钱，余花3兄妹来到县里买了些杂粮和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，剩下的又给2个小萝卜一人买了双鞋子和做衣裳的布。回到村里，同村的妇人看到他们买了不少东西，都大惊小怪。余花丫头啊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哪能这般抛费呢？婶子，这衣裳也就是没补丁，其实就是在旧衣裳摊子上买的。你看我们姐弟衣裳上满是补丁不说，还短了一大截，没法穿呢。短了点又如何？你不如把其他破旧衣裳一同拿来，短了的婶子给你们接上一截，不也能穿？只要花几文钱，婶子都给你整好。余花明白这婶子只是想赚几文钱而已，也是出于一片好心。大姐，以前我们也是这样穿的。对呀，咱们庄户人家的孩子，个个不都是这样穿吗？婶子，这不是才得了意外之财吗？想着我们姐弟都可怜，连件合身的衣裳都没有，便买了2件。唉，说你这丫头有福气呢，又被秀才家退了亲；说你没福气呢，这又得了大财。人爱运气这事儿真是说不准。就是你说那个哥要投诉，咱们这几户人哪家不比苏3家那屋子好？咱们这几个人谁的手艺又不比余花丫头好？偏偏就是这丫头得了那钱才去。那可是1两银子啊！1两银子就是吃2顿饭，睡个觉，真是泼天般的富贵。就连那只鸡都是他自个儿带来的，这1两银子啊，纯赚了990个大钱。乡下地方，但凡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都是极大的八卦。兄妹3人总算回到了家里，这次家里没有被人闯入的痕迹了。昨日那谢小哥在这，咱们不好庆祝，今日要好好庆祝一下。庆祝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庆祝咱们摆脱了大伯二伯。小伯，咱们摆脱了大伯二伯，你是否觉得有点难受？并非如此，如果大伯二伯有个长辈样子，哪怕他们爱占便宜，我以后长大了都能孝敬他们。但是他们岂只是爱占便宜，分明是不把咱们当自家人，短亲了最好。好，有句话说独木难支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说，3人就不是独木，我们要同心协力，把日子过好，争取以后能让小伯读书，能让我们这个家不为银钱发愁。听到余花说以后要让自己读书，苏小伯的眼睛瞬间发亮。大姐，这是真的吗？但是读书要好多银子，村里才有几个读书人，咱们哪里读得起？事在人为，咱们努力便是。这几个亲戚到底有多狠？上一秒他们大哥没了，下一秒他们就想霸占大哥的家产，还想把大哥的孩子也卖掉。而另一边，谢承安一回到家，就从下人的口中得知母亲的心急又发作，他赶忙来到母亲房间里。母亲，你怎么样？心口又疼了？娘不妨事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母亲，你就不用担心这些了。你吃药了吗？为何此时心口痛？姜氏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一旁的丫鬟银杏便回道：大少爷，夫人今日心口痛得慌，吃了药也不见效，真是急死人。大夫说甚是危急。于是谢承安想起余花给他的药，便连忙从怀里掏出10颗放进姜氏嘴里。1刻钟过去，姜氏竟然渐渐缓过来了。我儿从何处寻来了这等神药？谢承安不可置信，原本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但并未寄托多少希望在这药上，哪知竟然让姜氏缓了过来。母亲，你觉得这药有效吗？十分有效，此刻我舒服多了。谢承安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，先前他完全没把余花给的药当回事，如今也是见母亲情况危急，所以死马当活马医。自己才花1两银子买来的药，竟然十分有效。那个农家女，若是他手里还有，就算自己给他下跪磕头，也希望他能把药卖给我。陈哥，真没想到这药真的有用，不知那大夫是否方便进来？看到母亲一脸希冀，谢承安便把在大正村的事说了一遍。母亲，我见那农家小姑娘家里并非姓林世家，想来是机缘巧合得了这药，回去时我再过去一趟。姜氏不禁有些失望，得到这样一小瓶药已经是万幸，哪里还能奢求更多？若是求不到，我儿有万物挂患。我想活下去，并非为了我自己，我已经活够了，但我想看到我儿子袍加身的那天。母亲，你真的不想随我去府城吗？
真哥问我这身子怎么斗得过那贱人，倒是给我自己添堵。谢承安沉默了。要知道后宅争斗极为凶险，他也不愿母亲以身犯险。我儿无需担忧，你父亲赏许我将家银钱支持，不敢针对我如何？其他事我都帮不上你，唯有银钱一事。说着，将侍命丫鬟拿出了一个小锦盒，一打开，里面都是银票。母亲，我怎能用得了这么多？都拿着吧，你已考取秀才，以后交际往来花费甚巨，想要如鱼得水，怎能负手负脚？你若是不想都留在身上，便存到钱庄，万万不可让你父亲轰走。但是这些钱是……你放心，这都是你外祖和舅父给我的私房，我另外还有许多呢。谢承安这才接过银钱放入怀里。今晚在家里好好睡，明日再回去。一想到我儿竟然躲躲藏藏，餐风露宿的回来看我这病弱之身躯，我就心痛难言。回去时让福伯套车送你。但谢承安想到还要去趟大正村，便拒绝了。母亲，我还要去一趟那农家，看能否还求得来药。若是求到药，送回来后再让福伯送我上去。次日一早，谢承安租了个马车，路过青松县时，买了些肉，买了只鸡，又买了糕点，手里拎得满满的。马车驶入大正村，立即就引起了村民们的侧目。瞧瞧，咱们村子里进来了辆豪华马车，这是哪家的富贵亲戚来了？走，咱们去看看热闹。于是，一些村民跟着马车来到苏三家。想不到竟然是苏三家来客人了。苏三家啥时候出了个富豪亲戚了？直到谢承安从马车出来，村民们一眼就才认出了，原来是谢承安。嗨，各位中午好呀！这不是前日在鱼花丫头家投宿的富二代儿吗？正是，说是从府城来的有钱富二代。怎么又来了？还拎着肉，提着鸡，还有些什么点心呢？听到外面的声响，鱼花三兄妹也从屋里走出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不会又错过了宿点吧？哈哈哈！苏姑娘，我又来了。上回你无意中说的那个偏方，我给家里人用上了，效果很不错。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。没想到这少年还真是个聪明人，他不说药，则说是偏方，免得有心人惦记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不少人好奇所谓的偏方。鱼花丫头，你说了什么有效的偏方啊？是这样的，家母有些头痛，平日里总寻医问药。苏姑娘说，把双手浸到热水盆里便可缓解。我也只是听说，未曾想果真有效。哎呦，这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呀，这偏方我也知道呀。平日里我头痛就是这样，双手浸到热水里，1-2刻钟就能缓解。你怎么不来问我呢？你倒是想着这公子哥儿拎着肉啊鸡啊来感谢你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谁知道就那么2句话，就直接肉啊鸡啊。妇人的话顿时引起了众人大笑。余花知道接下来的对话不能让这些人听到，便把谢承安带进屋里。你是特意来感谢我的，那药对你母亲的心急有作用吗？十分有作用。苏姑娘，不知那药是否能药到病除？没有那么简单，心急发作起来很是危险的。这药只能缓解，平日里还是要吃大夫开的药，好好调养着，避免多思多虑，尤其不能操心过度、发怒暴躁等。我也知道，大夫反复叮咛过的，因此我也不敢忤逆于母亲。随后，谢承安从包袱取出了2身衣裳与纸笔。小伯兄弟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兴许你以后也要读书习字。还有这衣裳，我只穿过一回，已经穿过了。你若是不嫌弃，便拿去穿吧。这都是极好的东西，我岂能厚颜就收下呢？你若是不嫌弃，安心收下便是。我喜欢你沉稳质朴，当你是自家弟弟。这衣裳我确实只穿过一回，便穿不下了。见苏小伯不知如何是好，余花便接过了那2身衣裳。那小伯便收下了，这衣裳当真是极好，料子既舒服又透气。小伯并不是嫌弃，只是对于咱们农家孩子来说太华丽了些。正是如此，我哪敢嫌弃，只是有些担忧。好像对于你来说还是宽大了好些，得改改。说着，他把头转向了余花。不用看我哪会改衣裳，但村子里能改衣裳的婶子多得很，到时让他们帮忙便是了。对了，你提了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来，只为了表示感谢我吗？苏姑娘果然聪明。实不相瞒，我想再求苏姑娘给一些药，若是你有，你方便的话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些？余花早就料到谢承安此次来是求药的，也没说什么，佯装走到屋里，回来时手里就多了一瓶药。我知道这药万般珍贵，上次只给了姑娘1两银子，实在良心不安，这回一并补上吧。当看到谢承安送上500两银票时，余花3兄妹都惊了。500两，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。苏姑娘，实不相瞒，这药就是我娘的续命良药，这银子就是我的诚意。这样吧，这药就算我赠与你，我不收你这银子，你可以用什么东西和我交换吧。只见谢承安纠结了一下，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块玉佩。苏姑娘，这玉佩是我从小带在身上，说是舅父特意为我求来的，在寺庙里开过光。不行不行，这玉对你极其珍贵，我不能收下。苏姑娘，你收下我才心安。我知道你并不是贪图我这点东西，而且比起玉佩，这药对我来说还要珍贵几百倍呢。在谢承安再三的劝说下，余花到底还是把玉佩收下了。他日还是找个机会把玉佩还回去吧。那我先进去帮你铺一下床吧，你先歇一会，等我做好饭了再叫你醒来。那有劳苏姑娘了。很快，余花就铺好床。谢承安进来一看，还是不禁吃了一惊。这农家姑娘真是爱干净了，自己只睡1晚的被褥，她也连忙洗干净。
而且还散发出一个诱人的香味。没多久，饭就做好了，有鸡汤鸡肉，还有碗红烧肉和一碗炒蔬菜。然后小博把谢承安叫醒，然而就在几人刚吃没几口，苏家几人又来了。哎呦，这贵客又上门了，余花丫头，你可要好生招待呀！这吃的真好，有鸡汤，有红烧肉，咱们家可是1个月都没吃上些肉沫子了。咱们已经不是亲戚了，已经断亲了，还请你们出去吧。哼，你这丫头说什么呢？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，这可是血缘关系，怎能说断就断得掉？你再怎么说断亲，你流的也是咱们老苏家的血。请你们出去，咱们已经断亲了，别再来我家，我们也不会去你们家。你这个小鬼头，说什么断亲不断亲？难道你不姓苏？你不是三叔的儿子吗？对，你这死丫头，还有你2个黑心的白眼狼，一点人情味都不讲，好不容易攀上了府城的富二代，这就要与我们老苏家划清界限。这样的富二代，只有自己家的桃儿才配得上，只要攀上了他，我们岂不是全家鸡犬升天吗？说完，何氏就向一旁的苏桃儿打个眼色，苏桃儿立马心神领会，连忙给谢承安抛了个媚眼。今天他可是特意化了个美妆才出来，可这在谢承安眼中却跟个母猴子似的。大伯母，你可别胡说八道。瞧你这小子，还说什么断亲，这还不是叫我大伯母了吗？你们出不出去？不出去的话，别怪我就将你们打出去。哼，你个死丫头还神气起来了！你敢打长辈，也不怕天打雷劈？然而话没说完，却见余花一棍扫过来，直接击中苏老二的腰部。孩子他爹，你没事吧？你这个黑心肝的死丫头，竟然敢打你亲伯！我看你是厕所旁打地铺，离死不远。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这死丫头倒是要上天了。爹收拾这个死丫头，就让我来吧。当看到苏相时长得又高又壮，看热闹的谢承安也急了。要知道现在余花可是自己母亲的救星啊，哪能让余花受伤？于是马上走到余花身旁。你们这些人明明已经断亲了，却还上门来欺负他们几个小孩子。你这个小白脸，关你屁事呀！你快些滚开，不然老子专打你脸！儿子呀，这可是你未来的妹婿啊，可别打伤了。谢家公子哥是吧？你快点走开，咱们今日只是教训一下余花这丫头，她性子太野，你可快到旁边去，免得误伤了你。你让开吧，这些人尚不在我眼中，我就只当他们是陪练。一句话让苏相时气得半死，他堂堂一个男人，长得又高又壮，还打不过一个小姑娘吗？当我们是陪练，陪着练着玩吗？说着，苏相时赤手空拳就冲上去，一记直拳直接往余花的肚子打。一旁的谢承安暗叫一声不好，这一拳恐怕不把苏姑娘打死，都把她打死。然而接下来的一幕却让他十分震惊。苏家几人也是万万没想到，苏相时一个大男人竟然打不过一个丫头。孩子他爹，你赶紧上去收拾这黑心的小丫头呀！见自己儿子被欺负成这样，苏大和何氏哪还看得过去，两人当即就冲过去。没一会，吵闹就引来了看热闹的村民们。当看到余花把苏大几人打得惨叫连连，个个都发出一阵惊呼，就连谢承安也惊叫了一声。想不到这丫头是真的有功夫在身。而一边的苏桃看到谢承安没注意这边，想到何氏的吩咐，便害羞地接近谢承安。然而，不要你以为你长得美些，我就不好意思打你了。就在这时，这是在闹什么？古代女人发明了卤豆腐，然而村里人却眼红她，不仅要逼迫她交出配方，还要教训她。小伯、喜儿，你们吃过卤豆腐吗？大姐，我们只吃过豆腐，没听说过卤豆腐，而且觉得豆腐并不好吃。哦，那我把豆腐去腥，做成卤豆腐、豆干之类的，那就发财了。小伯、喜儿，咱们一会儿过去向老童生拜师吧。哇！于是余花带了点猪肉，拿了200文铜钱和1斤冰糖，来到杨老夫子家。你们来干嘛？老师，我想让我弟弟苏小博拜您为师，他还没开始上学。说完，小博恭敬地鞠了一躬。好，等你开门后，可以去县城的学堂学习，将来也许能考进北大清华。请问夫子的学费是多少？我也只是个普通的童生，没什么太多东西教，主要是教学生认字，每月的学费是200文。于是余花将200文铜钱、1块猪肉和1斤冰糖交给了杨老夫子。杨老夫子看到糖时，顿时惊讶不已。要知道糖可是稀罕货，1斤就要100文。余花丫头，我听说过你，就是那个何秀才悔婚的姑娘，挣钱不容易啊，别乱花钱。这个肉我就收下了，糖你还是拿回去吧。谢谢夫子理解，但礼物既然已经送出，就没有收回的道理。我既拿得出来，便说明还未艰难到那地步。那我就厚颜收下了。你放心，虽然我只是个普通的童生，但是叫认字还是 OK 以上的。回到家，余花拿出谢承安送的新衣服，来到刘婶子家。余花丫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刘婶子，上次你不是说会改衣服吗？看看我带来了衣服，你给小博改改。这料子好啊，去买的话起码要1两银子以上。你们哪里买来的？不就是府城来的那富二代送的吗？说他穿不上了，就送小博了。那好，我保准给小博改好。三人又来到卖豆腐的吴氏家。吴氏一看有客人来，连忙招呼：余花丫头，来买豆腐吗？
是啊，吴婶子，麻烦帮我拿3块豆腐。好嘞。1块豆腐1文钱，余花买3块，所以给了3文钱。大姐，豆腐这么腥，你怎么一下子买了3块？没事，我有去腥的办法。回到家，余花先是烧了一锅开水，放了盐，等到水凉后，再把豆腐放进去。2分半小时后，哇，大姐果然不腥了，原来去腥这么简单。这法子虽简单，但不要告诉别人哦，这可是咱们的生财之道。接着，余花把豆腐煎得金黄酥脆，再加入各种调料和清水炖煮，最后放入煎好的豆腐。1刻钟后，美味的卤豆腐就出炉了。大姐，这真是豆腐吗？好好吃，一点也不腥，跟肉一样。想不到首次尝试竟然成功了。你们觉得这卤豆腐卖多少钱合适？5文，起码8文。我想卖12文。大姐，12文会不会太贵了？豆腐本身才2文钱。虽然豆腐买来才2文钱，但是经过我的方法去腥后，又卤成这么好吃的味道，我认为12文并不算贵。咱们明天去县城卖试试看，若卖不掉，再降价也不迟。次日一早，3人带着做好的卤豆腐去县城卖，经过村口却遇到几个小子。余花丫头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是用豆腐做成的卤豆腐，我新发明出来的小吃，准备拿到县城卖。豆腐居然也能做成这样呀，闻上去怪香的。要不婶子们，你们都来尝1块呗。说着，余花给几个婶子都分了1块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！是啊，好吃到绝绝子。吃着像是肉，不过比肉还好吃。这么好吃的小吃，余花丫头怎么想出来的呀？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。因为小博要读书了，所以就想着多赚些钱。我们姐弟也不会种田，就想着做点小生意。那余花丫头，你这卤豆腐打算卖多少钱呀？我打算卖6文1碗。我操，这么贵？那刚才咱们岂不是每人吃了6文钱吗？没事，当是给嫂子们尝尝味道呗。到了集市，余花3人找好了位置，便开始吆喝。因为卤豆腐是个新鲜的玩意，很快就聚满了人。这是啥东东玩意呀？多少钱1碗？大爷，这是卤豆腐，6文钱1碗。哇呵，卖的这么贵，这豆腐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？大爷，你可以试吃1块，试吃之后觉得味道不错，再买也可以。众人听到能试吃，马上试吃了起来。我操！哇哇哇，这也太好吃了，比妈妈的味道还好吃。对呀，太好吃了！要不说这是豆腐，我都以为是肉呢。对对对，比肉还好吃呢。我要买1碗，我要买2碗，我要买100碗。有了人开头买了，自然其他人也跟着买。没多一会，卤豆腐就卖完了。哇，大姐卖得真快，原本我还担心卖不出去呢。城里的土豪多着呢，这玩意儿好吃又实惠，6文钱对他们来说也就6文钱罢了。收摊后，3人买了一些东西，很快回到村里。这时又遇到了上午的几个婶子。余花丫头，那些卤豆腐都卖完了吗？托你的福，都卖完了。这么多的豆腐都买完了，而且还是卖那么贵。余花丫头，那你可赚了不少啊。余花丫头呀，这卤豆腐这么好卖，不如你教教婶子呗。孙婶子，这可是我赚钱的手艺，怎么能告诉你呢？哎呀，我说你这丫头，县城里那么多人，你这卤豆腐一会功夫就卖完了，根本不够卖啊！你教会婶子我，又不会抢你生意，都是村里人，你不能这么小气呀！孙婶子，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你这么理直气壮问秘方的人。你要是请大酒楼的大师傅教你一道拿手菜，那我就把我的卤豆腐配方给你呗。没想到这话气到了孙氏。我说你这小丫头，婶子问你秘方给你脸，你却不要脸，你不就是被秀才家退亲的小丫头吗？你爹死了，你娘也跑了，若不是咱们村里人帮你，你都要被你大伯家给吃绝户了。这么说，你是觉得我欠你了？倒不是说欠了我，而是说你有这挣钱的法子，帮衬一下村里人又怎么了？其他几人一言不发，其实都想着说不定这孙婶子能让余花把秘方交出来，大伙一起挣钱多好。余花丫头呀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有钱一起挣多好呀。这么说，那你们有挣钱的法子，怎么不教我们呢？可咱们也没有赚钱的法子呀。那你们家里的东西怎么不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呢？你2个小鬼头怎么跟长辈说话的？没大没小。就是啊，不教就不教呗，一个秘方而已，有什么好稀罕的？呀好，你们记住了，以后或许我会叫人跟我一起赚钱，但你们我就拉进黑名单里了。其实余花本来就打算等着自己的名气起来后再找代理，然后她在家里做好卤味，让代理们拿出去卖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挣了点钱就上天了，我看你还不如帮助那个府城来的富二代，直接一步登天，变成富婆不好吗？然而话没说完，你这死丫头，竟敢打我！你再敢打试试！打你就打你，你们可都听到了，是他要求我打他的。死丫头，今天我就替你爹教训你！你是哪根葱？替我爹教训我？那么今天我也替你爹教训一下你，教你不能嘴臭乱喷粪。我要打死你这死丫头！很快，余花教训孙氏一事就传遍了全村，村里的人都很是惊讶。这余花丫头竟然这么会做生意。对呀，2文钱1斤的豆腐，竟然卖到12文，而且还都卖完了。当吴氏得知他2文1斤的豆腐被余花12文1斤卖了出去后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凭啥自己辛辛苦苦的磨豆子做豆腐，还被一些臭男人毛手毛脚的，才赚这么少钱？而云花这丫头轻轻松松来我这里买豆腐，转手一卖，就能轻轻松松赚到这么多钱。到了晚饭时间，三人吃得十分满足。大姐，你这手艺真好，可以去酒楼当大厨了。大姐，你要是开酒楼，指定会很多人来吃。咱们还是从卤豆腐开始做起吧。唉，我们现在生活这么好，但娘怎么那么傻呢？偏要跟着祖父家。而被苏喜儿念叨的于是已经再次嫁给了一个屠夫，得了3两银子的聘礼，但这聘礼并未到了他的手上。爹，求求你，就送5文钱给我的3个小娃吧，没钱他们怎么过活呀？哼，那是苏家的小孩，你都要嫁到刘家去了，还操心他们做什么？苏家还会认那3个不懂事的小孩死不成？可是要是以后他们长大了，一定恨死我这个做娘的。恨你又怎么了？生恩大于天，恨你是他们不懂事。再说你都要嫁到刘家了，3个姓苏的娃恨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任凭于是怎么恳求，于老头就是不肯拿钱出来。没办法，于是只能嫁到刘家。他从女人那里买了3斤豆腐，女人不止不感谢他，还对他阴阳怪气，只因他把从女人那里买来的豆腐做成了卤豆腐，转手一卖就赚得盆满钵满。哎呦喂，于花丫头呀，婶子我听说你卖卤豆腐要发财了。你看婶子我天天在这卖豆腐，还被几个臭男人吃豆腐，也赚不了几个钱。你那卤豆腐不如教我呗。我婶子，这可是我赚钱的法子，怎能交给别人呢？昨天孙氏就问了我，因此我们也闹了一场。你这丫头，如果我不卖豆腐你上哪赚那么多钱？2文钱1斤的豆腐，你12文卖，你这丫头可真是黑心奸商呀！唉，本来我今天还想在你这买40块豆腐呢，不过我看婶子你也赚不了这个钱了。你知道我们有啥区别吗？因为你的豆腐满大街都是，而我的卤豆腐就我一个人有。我婶子，你就留着豆腐过年吧，我就去隔壁村买了。这时从昨晚到现在一直愤愤不平的吴氏顿时被于花的话点醒。哎呦喂，于花丫头，婶子也没说不卖你呀。然而于花头没回，等于花走了，吴氏悔的肠子都青了。要知道40块豆腐，可是他大半天的销量。很快，于花来到隔壁村，张老头一听到于花要买40块豆腐，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真是天上掉了下的财神爷呀！小丫头，你买这么多豆腐，我可不能让你自己挑回去呀，就让我儿媳妇给你送过去吧。苏姑娘，你要是以后都要这么多豆腐，我早上可以给你送过去。呀好，以后我每天40块。你放心，我保准每天都准备送到你家。发了，这位苏姑娘我可要好好供着。不多时，阿珍跟着于花把豆腐送到了于花家，再次确定明早于花还要40块。阿珍回去的路上一直都喜滋滋的。路上一些人看见她这开心的模样，便好奇的问起来。阿珍也实话实说，这事也很快传到了吴氏那里。此刻的她也是无比的后悔。次日一早，于花3人再次来到县城摆摊，昨天买过的人立刻就纷纷围了过来，一些没买过的人试吃完后也立马大呼好吃到不得了。没一会功夫，卤豆腐就卖完了。回到村里，3人吃过午饭后，想着闲着也是闲着，便来到后山砍柴。然而，哎呦喂，真是太可怜了！你们这么小就在这里砍柴，苏三怎么离开的这么早，留下你们3个孤苦伶仃的？来，快来吃个馒头，柴以后就让夏时 K 帮你们砍吧。还不过来拿馒头吃，这可是我母亲的一片心意呀！我们不吃，你们拿回去吧，我们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你们的同情。要是放在以前，喜儿和小柏指不定就拿了，但现在于花经常从空间里拿一些现代的零食出来，所以现在2个小萝卜是真的一点都不稀罕合适的馒头。谢谢你们关心了，不过我们过得怎么样都与你们无关，而且我们现在每天都吃好过好了，况且白馒头我们都吃腻了。自从听说于花做卤豆腐赚到钱后，苏家人很是嫉妒，所以他们这才决定好好哄骗于花，好骗到卤豆腐的秘方。于花丫头呀，以前我们对你确实有问题，但我们也是出于好意，我们是担心你们3个独自生活会受到外人欺负，所以想让你们留在我们家，毕竟你们也是我们的亲戚呀。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不再是亲戚了，无论你们有什么想法，都与我们无关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，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。哎呦，于花丫头呀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都说一笔写不出2个苏字。废话真多，我知道你们现在羡慕我的卤豆腐生意，但你们死心吧，我不会分给你们1分钱的。被揭穿的何氏既生气又尴尬，一时竟有些无语。你算什么东东？我们好心给你们送馒头，还要让我 K 帮你们砍柴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对我们发脾气。我们现在吃肉都快吃腻了，谁还稀罕你们的馒头？你们还是多可怜可怜自己吧。见于花3姐弟不好哄，2人也只好走了。大姐，刚才你这样说他们，倒是他们会不会到处乱说，败坏咱们的名声呢？怕什么？咱们堂堂正正，还怕他们乱说吗？果真如小博所料，3人回到村里，何氏和苏桃儿就和一群人在蛐蛐。一见到于花3人，讲话的声音马上就大了起来。哎呦喂，你们瞧瞧呀，赶紧来听听，亏我还拿着馒头过去，结果现在人家有钱了，根本看不起咱们了。你们说是不是不尊重长辈？是不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？我勒个豆！
喜儿、小博，今晚咱们吃红烧肉吧。以前爹爹去世时，家里穷的连土都吃不上，而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，谁给过一口饭我们吃？但现在你大姐赚钱了，那些小人就想用几个馒头换我卤豆腐的生意，这样的亲戚朋友，试问谁敢要呀？我不敢要，我也不敢要。毕竟村里明白事理的人还是有不少。经余花这样一说，也明白了苏家人的用意。既然已经断绝关系，又何必再去献殷勤呢？不就是看中了余花那卤豆腐的秘方吗？回到家，苏桃儿将刚刚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这死丫头真是油盐不进，她爹死了，咱们就是她最亲的人了，竟然敢这样对待咱们。爹，你还在顾念着亲情，可现在人家赚到钱了，还会在乎我们这些亲戚吗？依我看，直接过去揍他们一顿，一顿不行就揍2顿，揍到那喜丫头说为止。对呀，既然他们都这样对待我们了，那也不要怪我们狠心。可是上次我们几人都打不过他一个人啊。那是因为上次他手里有棍子，我低估了他。要是我也有棍子的话，肯定能把他打得哇哇大哭。那好，咱们这次都带上家伙再过去一次。于是苏大全家提着家伙又到余花家里，也引来了不少吃瓜的群众。就半小时前，他们冲着大伯母叫嚣，一点都不尊重长辈。如今他爹死了，我们作为他的长辈，理应一定要好好教育一番。你们又来了，那就别废话了。你们不就是想找茬吗？然后顺便逼我说出卤豆腐的秘方。余花丫头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只是想教你怎么做人，真不是为了什么卤豆腐的秘方呀。乡亲们都听到了吧？不是让我交出秘方，那我把秘方给别人，也绝不会给你们。但话也不是这么说呀。那是怎么说？你们还是想要卤豆腐的秘方，只不过找个借口来教训我，然后上演一场亲情戏码，再逼我交出秘方是吧？爹，我们不要跟他废话了，直接教训他。余花丫头，今天你如此霍霍我们，就怪不得我们教训你。我这天！反天了，小辈竟然敢打长辈了！我们只是想教训一下你，没想到你这死丫头下手这么重，还不快滚！爹，我们还是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见苏家几人都走了，没戏看的吃瓜群众也都跟着散了。这时李正终于赶来了。李正叔，你来迟了。余花丫头呀，你3天2头的，不是打就是闹的。感谢李正叔费心了。总之我不会主动去挑衅别人的，但别人都欺负到我家了，我也不能不反抗啊。对了，这是我新发明的小吃卤豆腐，李正叔你尝一下。不可，这可是你们用来卖钱的，我哪里能随意吃？吃吧，李正叔，这是早上做的，你不嫌弃的话就拿着。那感情好，那我就厚颜收下。第二天一早，阿珍给余花送豆腐，余花又交代阿珍明天送50块，阿珍开心坏了。然而这时吴氏也还挑着豆腐来了。余花妹妹，婶子给你送豆腐了，省得你跑隔壁村，你个不要脸的东西。余花是我们大正村的，你敢抢我生意？余花妹妹喜欢我家的豆腐，你瞎操心干嘛？就算是美国加拿大隔壁的隔壁村，余花要豆腐我都马上送过去。看到两人的争吵，余花叹了口气，我说了，以后我只买阿珍姐家的豆腐。说完就马上进了屋，毕竟别人家的事他是一点都不想管。至于阿珍能不能保住这笔生意，也只能看他自己了。听见了吗？余花妹妹说只买我家的豆腐，你自己想想原因吧，是不是嫉妒我家的豆腐比你家的好吃？见阿珍如此说自家产品，吴氏彻底怒了，于是两人打得不可开交，最后在路人的劝说下，两人才骂骂咧咧的分开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许再来我们村卖豆腐，不然我要人砸烂你的担子。你够胆就试试，我这去找你们的李正问清楚，是不是大正村你吴氏说的算。于是阿珍来到杨李正家，把刚才和吴氏打架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而能坐上李正的位置，本来就是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事情，而且更不能让自家村的人丢脸。所以杨李正很快答应了阿珍，自己保证一定不会让吴氏捣乱的。最后阿珍对杨李正吹一顿彩虹屁后，就安心的走了。这吴氏真是，人家余花之前找他买豆腐，他还阴阳怪气把人家往外赶，这下人家走了，他又贴上来。可不是嘛，这生意一天好几十文呢，他能不贴上来吗？是啊，一个月能赚好几两银子呀。要知道，这时代村里的男人干苦力活，一个月最多也就挣6、700文，一家子人辛辛苦苦一整年，除了开销、人情往来，可能都剩不了几个钱。而余花一个小丫头，却能一个月赚到了好几两银子。最后，吴氏在杨李正的一顿盐口水下，也答应了不再闹事。而余花自然不知道这些，每天小博去读书，她照旧带着喜儿去卖卤豆腐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没过多久，县城里数一数二的大酒楼就找到了他，想跟他商谈卤豆腐合作的事。听说最近传闻好吃到哭的卤豆腐是2位小姑娘做出来的。对，是我们做的。想不到苏姑娘小年纪就做出如此好吃的小吃，实在了不得。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我出30两买苏姑娘卤豆腐的秘方，不知苏姑娘可否愿意买？黄掌柜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，十分肯定眼前的小丫头会把秘方买掉。要知道30两可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，更何况她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小丫头。然而，对不起，黄掌柜，我不卖。什么？苏姑娘，这可是30两，多少人摆摊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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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
我摆它卖，几个月就能赚回来了，而且我以后会找更多人帮忙卖，赚得更多更快。No， 素姑娘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人们吃腻了自然就会换别的吃。你看街上摆摊的那么多，为什么生意都差不多呢？是因为哪些新出来的小吃刚开始也和你的卤豆腐一样受欢迎，到最后还不是只能混口饭吃吗？黄掌柜，这个我自然也想到，但我不仅会卤豆腐，以后还会加别的卤味，比如卤鸭、卤鸡、卤肉，口味多了，顾客自然也更多。再说我这卤味现在根本没有人能做出来，它既好吃又下酒，还好吃到哭。黄掌柜也是没想到，眼前的一个小丫头竟能说出如此大格局的话，一时他竟不知如何跟余花讲述。这样吧，我给黄掌柜供货，你每天要多少货，我给你送过来，这样你也可以对卤豆腐也有更好的了解。好，那明天就试试看，先来20斤吧。两人谈妥价钱后，余花给黄掌柜的卤豆腐10文1斤，然后黄掌柜先付了50文定金，1块豆腐1文钱。他买100块豆腐，却只给老头90文。老头不仅没生气，还把他当成财神爷。张叔，明早您送100块豆腐来。余花姑娘，100块豆腐本来100文，既然你订了这么多，我就只收你90吧。那我谢谢张叔了，不过豆腐多了，明天请您早点来。妹妹别担心，就算我们今晚不睡觉，也一定会把豆腐备好的。望着余花和喜儿离开后，张家几人都笑得合不拢嘴。没想到我年纪这么大了，还有天降的横财呀！昨天你们和大正村那卖豆腐的吴氏闹起来，我还担心余花丫头受不住压力，再去买吴氏的豆腐呢。爹，你就不懂了，要是哪天我退让了，指不定生意还真可能回到吴氏手里。余花妹子的性格我是知道的，她当初跑这么远来咱家买豆腐，那性格就是硬骨头，哪能被吴氏几句好话就骗回去呢？当听说余花接下了真味楼的单，全村都炸开锅了。我来个去，这余花也太会做生意了。对呀，连真味楼这样的大酒楼都和他做生意了。可不是嘛，日子瞧着越过越好了。而苏家大房和二房的人更是又急又气。这死丫头，当初我怎么就看走眼了呢？竟然这么能干，居然跟大掌柜做起了生意。可不是嘛，你说这死丫头怎么这么狠心呢？为啥就不肯跟我们和好？赚钱了就把我们这些亲戚晾在一边，家人们谁懂啊？早知道老三去试试，我们也该去帮忙。对呀，还以为三房要完蛋了，谁知道这余花一个小丫头片子硬是撑起了门面。而三姐弟自然不知这些。大姐、小妹，你们在外面赚钱，回家了就休息会吧。挑水和砍柴的事让我来。现在我们有钱了，其实大可以买别人的柴。这样不好吧？我们都是农民，传出去恐怕会让别人说闲话的。管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又不是不给钱。一会儿你去找青牛，他家里穷，看看他愿不愿意卖柴给我们。余花说的青牛自小就没爹没娘，跟着阿爷和阿奶长大，今年14岁。好在青牛浑身是劲，跟吃了大力丸似的。我当然愿意了，至于多少钱，你让余花看着给就是了。我大姐没说多少钱，要不你跟我去我家。余花，我很高兴帮你砍柴，至于多少钱，你看着给就是了。这样吧，你先砍完回来，我再看看给多少，毕竟我也不知道你一担柴能砍多少。接着喜儿就拿着2个白面馒头给青牛。这白面馒头一个也要1文钱呢，还没干活，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？拿着吧，饿着也干不了活。见余花这样说，青牛才接过馒头，然而他却又回到家，把馒头给了阿爷和阿奶。阿爷阿奶，我等下要上山帮余花砍柴，这是他给的2个馒头，你们吃吧，我晚点回来做饭。你要上山砍柴，怎么能饿肚子呢？余花可以给你的，我们这2个老家伙在家待着，吃少点无所谓的。这个我和你乃一人一半就是了。而站在门外的小柏望着青牛一家子其乐融融，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暖意。夫子说过，家和万事兴，哪怕家里穷困，但只要家人平安健康，和和美美在一块，就是幸福。随后，小柏也跟着青牛一起上山砍柴，不到2分半小时，两人就担着柴回来了。这起码都有100斤以上了，这青牛要是在现代去举重，肯定妥妥是冠军，以后有什么活找他就对了。余花掏出12文钱币给青牛。不够吗？余花，我觉得太多了。你一个人干活顶几个人的量，2大捆柴够我们烧好几天了。最近天气不错，你要是有空就多帮我砍点柴，我也按这个价给你。余花都这样说了，青牛当然高兴的接过钱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每天都砍2担来吧。然后又把柴搬进柴房里就走了。青牛哥做事真的牛逼，又快又好，力气还大。人家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厉害的，实在是家里需要撑起来，迫不得已。大姐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本该是我来撑起这个家的，现在却都靠你。你个小鬼头，心思太重，好好读书，帮着家里做事，这样就行了。那你们看，这是余花给我的工钱。
这雨花丫头太实在了，一个时辰都不用就给了你12文钱。要知道村里人去县里打工，一天才挣20多文，还是一整天的活呢。还有2个馒头也要2文钱呢。余花妹子还让我这几天趁天气好，每天去帮她砍2担柴，每担都算我12文。真是个大方的姑娘。那么你砍柴一定要砍足够啊，可不能偷奸耍滑了。你不说我也知道。等青牛离开后，都是咱们拖累了青牛呀，这么好的小娃。第二天，余花先去真味楼送卤豆腐，黄掌柜很爽快就付了钱，而摊子这边卤豆腐也卖得十分火热。就在2人收摊准备回去时，一个满脸笑容的女人走了过来。余花丫头呀，你不认得我啦？我是你大舅母呀。余花抬头看了看她，原来真是罗氏。什么大舅母？我娘都改嫁了，自然也不是你们什么亲戚了。说完就拉着喜儿走。哎呦喂，余花丫头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怎么说我都是你大舅母，可是嫡亲的亲人啦，你可不能不认外祖家啊！你可知道外祖父、外祖母一直都挂念着你们呐？一边挂念着我们，一边将我娘嫁掉，得了几两聘礼，却1分钱也没给我们，让我们自生自灭，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的挂念吗？罗氏没想到余花竟然敢这样跟她说话，顿时十分生气。你这喜丫头，好大的气性呀！我是你舅母，也就是你的长辈，你如此说我们，真是不孝啊！说完就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然而余花根本不吃他这套，笑你爷爷的腿啊！算了，今天就放过他一次，下次我就带着你外祖父、外祖母来，到时候看你这喜丫头还嚣张不？大姐，大舅母发现了咱们，下次会不会来闹事？应该会，但是咱们可不怕他，就像对付苏老大、苏老二几人一样，敢来我就敢打。就在这时，抓贼了，抓贼了！不想狗带的都给老子滚开！谢谢你姑娘，这个是我们县的小偷，专门偷资本家的东西。对了，我是捕快，姓林。原来是个小偷啊，我也只是顺手帮了忙而已。这么多人都怕事躲开，只有你这个小姑娘敢挺身而出。其实县老爷发布公告，协助官府抓人是有赏金的。真的吗？赏金有多少？赏金有5两银子，请姑娘跟着我一起来吧。于是林捕快带着余花来到衙门领了赏金。临走时，我听过你们集市上那个做卤豆腐的小摊就是你们吧？要是以后遇到了麻烦，你们就来找我，我一定会为你们出头的。那我提前感谢林捕快了，今后要是需要帮忙，肯定找你。到了中午，3人正吃饭时，青牛来了。青牛吃了没？坐下来一块吃呗。我吃过了，就是过来问小伯今天还跟我上山不？我去，青牛哥。于是余花照常让苏喜儿给青牛拿了2个馒头。我刚吃完，真的饱了，1、2个馒头也撑不着你，我家里还有呢。青牛只好收下，心里却惦记着留给阿爷阿奶。小伯，你等一会我马上来找你。喜儿，等下金牛砍完柴了，再给他2个馒头。小伯跟着青牛上山砍柴，余花则带着喜儿来到刘婶子家，拿出中午从县城买的布料。哎呀，这料子真好，又舒服又透气，颜色也极好看。婶子，小伯的身量你都知道了，我和喜儿你也给量一下，我们姐弟3人各做1身。还是余花丫头厉害，这么快就赚到银钱了，买得起这么好的料子，吃肉也是常吃的吧？瞧着你们这丫头越长越水灵了。婶子，这银钱不是卖卤豆腐得的，而是大姐帮捕快大人抓到了贼人得到的赏银。抓贼人，天爷啊，那多危险呀！余花丫头，你可别嫌婶子啰嗦啊！这银子要赚，但也不要去赚那危险的钱啊！万一有个好歹，你让你弟妹怎么办呢？虽然刘婶子话挺多，同情心十分泛滥，但也是一片好心，因此余花也不会产生抵触情绪。婶子，只是机缘巧合而已，我哪里会专程去抓贼人呢？这回好在你手里有家伙，否则那可就太危险了。而且那贼人手里还有刀，以后万万不可以生冒险了。知道了，婶子。余花丫头，3身衣裳我给你们尽心尽力的做，150文，你看如何？钱，婶子，那过几日我们再来取吧。随后，余花带着喜儿来到菜地，这稻子渐渐要黄了，到时咱们还得雇人来帮忙收稻子，不如叫青牛哥呗。闲呀，我们家地少，不知道青牛哥一个人够不够用。回到家，青牛和小伯已经砍柴回来了，而青牛挑了2担柴。余花，你怎么给我更多了？就算是12文一担，也只要24文。今日你这2担柴砍得更多了，以后可别这般，小心把你给压垮了。虽然你长得壮实，但这重量，即便是一个成年汉子也觉得沉。原来余花这丫头都看在眼里啊！你记住了，以后千万要量力而行。我觉得值12文便是公道价，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青牛这才接过钱，高高兴兴的回去了。然而，青牛给余花砍柴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村里，砍2担柴就有20多文钱。余花丫头真是赚大发了，竟然这么挥霍。为啥要青牛去砍柴啊？我不是更合适吗？青牛那么小，力气能比我大吗？于是就有了3个小伙子来余花家。青牛会砍，我们也会砍，2天就能把你柴房堆满。莫不是你只要青牛砍的柴，
对呀，村里论砍柴我第二，没人敢第一。你放你的印度玛莎拉屁，你就会吹牛。我早就跟青牛说好的，自然要青牛砍的柴，难道你们还想强买强卖？没办法，三人只好气呼呼的走了。而牛阿奶听了这事，特意送来俩鸡蛋表示感谢。余花姑娘，你也知道我家条件差，全指望青牛这小娃，我和他爷爷都谢谢你。村里那么多人，你却只叫青牛给你砍柴，就是帮了我们大忙。我这鸡蛋是自家母鸡下的，你别嫌弃。怎么会咸呢？鸡蛋好吃的很。余花把鸡蛋放回去，又拿了2个肉包子给牛阿奶。我和弟妹都吃饱了，剩下这2个，牛阿奶你也别嫌弃。他本来是拿着鸡蛋来感谢的，结果却带回2个肉包子。牛阿奶自然明白这是余花变相帮衬他。村里人都说这姑娘厉害，自己做生意养活弟妹，还供弟弟读书。我说再过几年，指不定有多厉害呢。奥娜，这肉包子真香，咱们好久没吃肉包子了。我最近不是赚到钱了吗？也去买点肉，咱们自己包。别去呀，青牛啊，钱要用在正地方，平时别乱花钱，钱要存起来，以后给你娶媳妇。另一边，罗氏回到家，马上就把余花做买卖的事告诉了余家人。余家人顿时又急又气。老人把女人卖给一个屠夫，屠夫天天教育女人，老人不仅不阻止，还要让女人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只因女人是老人的女儿。而如今老人又盯上了女儿的女儿。咱们是他的亲外婆家，他敢不认吗？明天咱们到他摊子前去，他敢拒绝就砸了他的摊子。爹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如果硬来，那丫头可能会反抗。哼，他有什么理由反抗？他爹都死了，大伯二伯也不管，当然由我们这亲外婆家管。咱们把他们姐弟3个接到家里，给他们地方住，给他们饭吃，让余花丫头给咱们做卤豆腐，有什么不愿意的？这事要不要告诉余花他娘？有什么好说的？等事情办好了，告诉她一声就行。现在她嫁人了，哪里随便能出来？那好，咱们明天一起去。次日早上，余花姐妹先给真味楼送豆腐，接着再去摆摊。余花丫头，外公可想你了。干啥？别乱插队呀！对不起，我只是来看看我外孙女。我倒要看看这些无赖到底要怎么表演。余花丫头，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还有一手好手艺，外公就放心了。就算外公穷的吃不上饭，只要你们好就行了。大家都看着，其实这家人的目的就是想要我卤豆腐方子。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？你这样讲话，难道忍心让外公难过吗？大家都看着，我爹刚去世，这家人就逼我娘改嫁，对我们姐弟3人完全不管不问。这会儿知道我做卤豆腐赚钱后，他们就上门要方子，我不给，他们就把我家砸了，然后这次又找来。说着，余花用力揉了揉眼睛，眼睛红红的。不就是演戏吗？谁不会？你们说这种外公还值得认吗？他们逼我娘改嫁，拿着我娘的聘礼钱修房子，1分钱都没给我们。现在看我能赚钱了，又找上门来。虽然余花是假哭，但一旁的喜儿真的很难过。她想起爹去世，娘改嫁，就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周围看热闹的人顿时都心生可怜，纷纷指责余家几人。你放你的香格里拉风情屁！你这洗丫头不列傻！现在苏家不管你们，我们是你的亲外祖家，自然你们姐弟就得跟我们回余家，然后让我交出卤豆腐方子，接着再把我们赶出家，对吧？余花丫头，别不识好歹，我是你亲大舅，还能害你不成？以前咋没见你们这么好心，现在又来装模作样？说到底，不还是想要我卤豆腐方子吗？你们3个是小孩，方子自然交给我们大人才放心，免得你们被坏叔叔骗走。大家都看清楚了吧？这家人就是来抢我卤豆腐的方子。你们这一家子还要脸吗？逼着这3个娃的娘改嫁，现在又来欺负外孙女。对呀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说的那么好听。见众人都站在余花那边，余老头也不装了。你这个黑了心肝死丫头，给你脸不要脸，这方子你交不交？想硬抢是吧？敢抢我就报官。当官的还管你这芝麻绿豆的小事？我看今天不教训你一顿，你都上天了。还真挂。我刚才在人群里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这家人就是想强取豪夺人家的方子，你们凭什么抢？一看到官来了，余家几人立马就怂了，几人顿时吓得直哆嗦。这个官老爷刚才只是闹着玩的，还不快滚！再敢来抢2个小丫头的方子，我就送你们去叙利亚挖土豆。刚才多谢林捕快帮我解围，不嫌弃的话，我请你吃卤豆腐。那感情好，上回有兄弟从你这儿买了2勺，每人只吃到1筷子。既然苏姑娘说请我，下次有空我再请苏姑娘。随后，林捕快拿着卤豆腐就走了。没多久，余花卖完了卤豆腐，这时一个伙计走上来，然后姐妹2人就来到一家酒楼里。你俩就是给真味楼卖卤豆腐的小丫头吗？掌柜有啥指示？我只是卖卤豆腐的，要是你想的话。难怪真味楼最近的生意好了不少，原来是你卖的卤豆腐，我派伙计买过，说实话味道一般。其实马掌柜是想先打压余花，等下好压卤豆腐的价，却不料余花根本不给他装13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哎呦喂，小姑娘，你咋就走呢？我找你谈生意呢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卖给你。
姑娘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我劝你不要生气，有话坐下来好好说。我知道你想劝我，但我劝你不要劝我。他是你老板，对你们发脾气，你就只能忍着。但我不是，你们想买，我还不想卖呢。说完就带着喜儿走了。你脑子都被猪踢了，连个小姑娘都拦不住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就是不想让店的生意好是吧？等东家来了，我就抄你鱿鱼。这段时间，马掌柜眼见真味楼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抢了自家酒楼不少生意。一番打听才知道是余花的卤豆腐给真味楼带来的人气，所以他才请来余花。然而他只是想装一下13，没料到余花根本不给他装。大姐，那老板太吓人了，还好你说不卖给他，否则以后和他打交道。喜儿，你得知道，现在我们的卤豆腐可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们就是老大。你以为他不想买吗？他就是故意先打压我们，然后再压价。以后你若是遇到这样的人，千万不要想这是自己的问题，因为就是对方的问题，懂了吗？反 PUA 得从小教导，不能让妹妹长大后被人骗了。大姐，我懂了，别人说我不好，可能不是真的，而是想压榨我，从中获得什么，对吗？孺子可教。到了下午，姐妹刚回到村口，立即就有一群妇人围了上来。余花丫头呀，刚才我在县城都看到了，你这样说你外祖父太过了，要是你妈知道了，肯定会很难过。我爹尸骨未寒，我娘就扔下了我们，然后急急忙忙就改嫁了。他如此伤我们的心，我怎么可能还在乎他的感受？可毕竟那是你亲外祖父呀。那又怎样？他们想抢我的卤豆腐方子，我还送上门去吗？那你怎么不把你家值钱的东西都送给外祖父，让你妈不伤心呢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？我好心劝你，你却这么大火气。老天爷，这些苦情白莲花为什么要来折磨我？唉，好吧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这样，我应该学您，把家里值钱的东西、好吃的东西，通通都送给亲外祖父家里去。给嫂子，你不会劝人，还是不要劝了。对呀，怎么可能把自己家值钱的东西都送给外祖父家呢？好，我好心劝人家，人家却阴阳怪气。一个小丫头，只是赚了点钱而已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余花也懒得理他们，带着喜儿来到张老头家。当听到余花这次要150块豆腐，张老头一家子都乐坏了。第二天，余花依旧先送了真味楼的单，再去摆摊。姑娘，给我来10斤。原来是昨天的伙计。不过余花也不计较之前的事，反正都是客，只要态度好，卖给谁都没关系。令马掌柜没想到的是，这卤豆腐一出，客人陆续又跑回来了，而且因为卤豆腐开胃，客人点菜也更多。早知道昨天就不装杯了，就10文1斤买，现在不仅要排队，还得12文1斤。就在余花收摊回去时，突然一个妇人冲过来。哎呦，我的余花呀，喜儿呀，小博呀。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不用说，肯定是外祖家的人让他过来的。你们聊的话，那我就回避一下。喜儿，你跟你大姐说说，让她把我领回去，娘愿意带你们3个好好过日子。难道你不想让娘回来吗？如今你们过得好了，就不要我了吗？娘，这是得问大姐。前几天外祖父一家过来闹事，差点砸了我们的摊子，还说要我们给卤豆腐的方子他们。幸亏大姐说再闹就报官，他们才消停。呆呀，这死丫头怎么能这样对他外祖父和大舅？难怪他们对我也发火。所以娘也是为了卤豆腐的方子来的吗？喜儿以前那么乖巧，怎么现在这样跟我说话了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你们还小，方子被别人抢走了怎么办？你外祖父和大舅他们都是自己人，当然会照顾我们的。看来娘过得太好了，忘了我们以前过的日子多凄惨。那你就去过你的好日子吧，来找我们干嘛？说完，喜儿回到余花身边。余花，你们把我接回去吧，把3两银子的聘礼还了，我就离开刘家，以后好好照顾你们。如果你们不管我这个亲娘，我就要被刘家折磨死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呢？不如说出来大伙听听呗。对呀，说出来大伙乐乐。这个嫂子，你听我说，这仨孩子是我亲生的，现在我改嫁了，但那家人都不是好东西，经常欺负我，打得我身上都是伤。我这3个小娃现在挣到钱了，我想让他们帮我还聘礼银子，我也想回家照顾他们。丫头啊，你娘也挺不容易的，现在你们都能挣到钱了，就把娘接回去吧。是啊，还是和娘在一起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不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吗？天下没有坏父母，无论父母怎样，做儿女的都要孝顺。各位叔叔阿姨听我说，这确实是我亲娘，但在我爹还没入土为安，没钱下葬时，他就跟着他娘家人走了。我们把爹安葬后，想接他回来，他却说跟我爹过够了苦日子，一心想嫁到有钱人家里，不到2个半月就嫁出去了，收了3两银子的聘礼，全给了他娘家。我们姐弟妹1分钱都没见着。我说了让你外祖父给你5钱银子，是他不肯给，不是我不给。那我们还得感谢你呗。现在再嫁，钱给了娘家，自己挨打过得不好，就想起我们几个娃了。谁拿了你的聘礼银子，你就让谁帮你还。可是你们外祖父怎么会给我还聘礼银子呢？
那是你自己的事。各位叔叔阿姨，我这个娘还让她娘家打我卤豆腐方子的主意，恐怕这次她来，不仅想让我们接她回去，还想让我们把方子给她娘家。你们觉得这样对吗？觉得我应该接她回来吗？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我觉得不应该接回去。余花一看是谢承安，要是真接了这个娘回去，她娘家3天2头来闹，甚至偷走这个豆腐方子怎么办？不就是钱吗？这个破方子就算给了他外祖父，又能怎样呢？看来你很支持你的妻子将你的财产全部都拿给她娘家是吧？余花，难道你忍心看我在刘家天天被折磨，天天挨打，像牛马一样干活吗？难道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你这丫头好狠呀！你5岁时家里穷得快吃土，我和你爹本来想把你卖了，多赚点钱，但我们到底还是想给你找条活路，就把你送到陈家当童养媳，也就收1两银子。而且陈家条件不错，家里还有读书人，本来陈家小孩考上了秀才，多光荣的事，结果你却把婚退了。那我真是谢谢你把我送到陈家受了这么多年苦，结果退婚得来的1两银子，最后把爹安葬了。唉。你也别给外祖父他们当枪使了，我知道他们在现场，我直接告诉他们，你们想得到我的卤豆腐方子，想屁吃呢？你们让我娘抛下我们改嫁，还拿了他的聘礼银子，现在看到他天天挨打就不管了。至于我娘说什么养育之恩，那你就去报官，我倒要看看县太爷怎么判。你这个不孝忤逆黑心的死丫头，今天我就打死你！他靠卖卤豆腐赚得盆满钵满，然而他娘不仅不高兴，还叫外祖父过来闹事。你这不孝黑了心肝的死丫头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然而他们哪是余花的对手？余花，你怎么能打你外祖父和大舅呢？是他们打我先的，难道只能他们打我，不能我打他们吗？你这黑心肝的小娼妇，你就这样看着你女儿打你爹吗？你们还不快滚！上次骗我方子，林捕快说要送你们去叙利亚挖土豆，一会儿他来了，这次我肯定叫他送你去。爹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们2个还干站着做啥？赶紧抬我们离开！于是余家几人就走了。你这丫头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可是你外祖父和大舅呀，怎么能打他们呢？真是养不熟。你养过我吗？就说养不熟，打你的你反抗不了，拿你银子的你也拒绝不了，但能对我们撒泼。小伯，你就看着你妈被这么欺负，听说你读书了，挺好的，你以后要考科举吧。要是你老师知道你这么不孝，看着你妈被欺负，你也会受影响吧。于是见余花说不过，就把矛头对准小柏。那我就不考科举了，我读书员也不过是认字。为什么？你们明明能举手之劳帮我的，却怎么说也不肯。见于是又开始哭哭啼啼，余花也懒得理他。你怎么回来了？马上中秋了嘛，回来看我妈。对了，你要坐马车吗？我顺路送你们回去。还是散了，我可不敢坐，我一坐这个车回村，村里人不得又背后说我啥了吗？好吧，我的小四还在等我，我先走，有机会再见。然后谢承安就走了，而这一切于是都看在眼里。余花，这位公子哥为啥对你这么好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你还是赶紧回家吧，免得回去迟了又挨打。你这丫头咋这么狠心呢？你跟着我们，等刘家人找上门来，你是希望我们3个给你遮风挡雨，还是让他们直接闯入我家？怎么会？他们怎么会打上门来呢？因为你现在是他家的人，你不回去，他们肯定会来找你。你以为躲在我们身后，让我们3个小孩保护你吗？余花，娘求求你，你出3两银子让我脱身，让我好回来照顾你们吧。3两银子，你以为赚钱那么容易吗？当初让我当童养媳才1两银子，再说3两银子你给了你爹，为什么找我来要？你外祖父他们又怎么会把到手的银子吐出来呢？我把你救出来，好让你偷我的卤豆腐方子再送回你家吗？绝对不会，余花，我发誓，只要你接我回来，我绝对不碰你的东西。唉，喜儿、小伯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村里还有间破烂的老房子，找李证书买下来大概几百文钱。娘如果只是想离开刘家，那就住那个，别跟我们一起，毕竟大姐做卤豆腐不能让人看见。好主意！你们竟然不让我和你们住在一起，我会做饭洗衣服照顾你们呀。没你照顾，我们也能过得很好的。之前苏老大他们想抢我的卤豆腐方子，被我打了2次。你说的是你大伯父？我们3房已经和苏老大、苏老二断亲了，全村人见证了。我可以帮你摆脱困境，但你要是有别的心思，我们也会和你断亲。还有你娘家要是敢逼我，我也不怕打他们。我对你们绝无2心，本来以为都是一家人，让外祖父他们照顾你们。既然你这么厉害，我当然不会有别的想法。很快余花回到村里，村里人看到余花姐弟还有余氏，个个都惊讶不已。回来就好啊，3个娃儿居然去给别人当后吗？怎么想的？现在余花有本事了，你可以回来享福了。于是听了很高兴，他心想，如果大家都这么想，那我是不是就能名正言顺的和孩子们住一起了？婶子，你误会了，我娘不跟我们住，毕竟我的生意外人可不能看。
妖兽了。这可是亲娘，竟然说是外人。余花呀，不是婶子说你。婶子，我知道你关心我，其实我倒不怕我娘看到，怕就怕我外祖父那边的人偷走。您也知道我娘耳根子软，先前被我外祖父家一说，就把我和弟弟妹妹丢下了，改嫁了。众人顿时无话可说，有些人还窃窃私语。这个于氏也真是，如今儿女肯认他，肯给他一口饭吃，已经很难得了。回到家，于是急着表现，立马就去做饭，却发现家里的生活条件竟然这么好，有肉有蛋还有蔬菜，比屠夫家的生活还要好。唉，可惜这份好日子把自己撇开了。三姐弟却是很亲近，有说有笑。很快，于是回村的消息就传到苏老大、苏老两家。亲娘就是亲娘，这么快就接回来了。听说不让于氏和他们住一起。哎，那于氏住哪里？村里不是还有间破烂的老房子？什么？竟然让他亲娘住大破旧的老房子？这不是防着他娘吗？他娘看到那卤豆腐又给老于家了，就该这样，连咱们村里的人都看不住，还想给老于家。到了下午，余花来到李正家，准备买下村里的废屋子。李正叔，我想买村里那废弃的老屋子。那屋子原来老吴的，他搬走了。原来说卖1-2两银子，但这么多年都没人买，现在都荒了。你要的话，给500文吧，以后他回来我也好交代。于是余花很爽快给了500文，李正也马上给他写了房契。余花丫头，你要把你娘接回来住那破房子吗？是的，婶子，说实话，我心里对我娘以前的事有疙瘩，再加上我外祖一家老惦记我的卤豆腐方子，我娘耳朵根软，住一起我不踏实。她现在在刘家天天挨打，我把她接过来也是帮她。丫头，你人真不错，什么都考虑到了。孩子大了，跟父母分开的很多，你这不算分家，也不是不管他。你娘要是懂事，也会感激你的。我娘要是能像婶子你这样想就好了。小博以后等考试，我也不想让他名声不好，所以我会照顾我娘基本生活，但多了就不行了。她还年轻，怎么能靠别人呢？看到余花带回来的房契，于是知道结局已定了，心里便放弃了和儿女们住一起的念头。晚上，他躺在曾经和苏老三住的卧室里，看着熟悉的一切，心想自己真是失心疯了。要是没失心疯，怎么可能抛弃陪伴自己10几年的丈夫？怎么可能丢下自己的孩子，嫁到刘家挨打？这就是我的报应了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于是听到姐弟3人在外面忙活，他知道他们在做卤豆腐，就乖乖待在房间里，直到外面安静了下来，他才出去。只见桌子上有碗面条，他知道这是孩子们给他留的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可就在他吃完面时，于老头竟然带着刘屠夫找上门来了。这个臭婆娘竟敢躲这里不回去，岳父，一回我收拾她，你别拦我。你教训自家女人，我哪会拦你？一听到刘屠夫的声音，于是吓得立马就躲进柴房里。竟然还有肉鸡蛋和米面，这臭婆娘看到孩子日子好了就不肯走了。我那外孙女现在做生意赚了不少钱呢，咱们去看看屋里有点啥，顺便回去。她是不好吧？昨天那死丫头打我们，差点把我们的医保卡打掉了。大舅子，你还怕一个小丫头？放心，有我在，她再厉害又怎样？我可是她后爹。几人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找到，反而找出了于氏。你这个臭婆娘，还不让我找到你！爹，大哥，快救救我！昨天就让你去找那3个小娃要帮子，你倒好，直接住这里不走了，还让女婿找上门。你是不打算回去了吗？不打算回去了也成，就把我那3两银子还给我，再加上这2个月在我家吃喝的2两，我就放你走。爹，大哥，你们就这样看着他打我吗？我还是不是你们的女儿？为了3两银子把我卖给他，当牛做马不说，还天天挨打。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，这点小事让我这老人家怎么帮你？我老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很快，动静就引来了很多人来围观。哎呦喂，这咋回事啊？趁余花丫头不在家，这是在闹啥呀？这不就是于氏嫁的那个男人吗？看着你挨打无动于衷，这种娘家人不要也罢了。你们瞎吵什么？我教训自家老婆，关你们屁事！再吵连你们一起打。刘屠夫长得5大3粗，一脸凶相，吓得村民们顿时不敢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余花赶回来了，也得幸他走没多远，村民才来得及通知他家里出事了。余花，快救我，我快被打死了。我就让你瞎逼逼，我今天就看看到底有谁敢拦我教育老婆。看到亲妈被打，谁都忍不住，小柏牙咬得紧紧的，喜儿也哭了。小伯，去找李正叔过来。小柏点点头，立马就跑了出去。找李正来管屁用，他来了我就不敢打了吗？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。说完又给于氏一个比斗。既然你这么能打，那我就不手下留情了。你这死丫头敢打我，我可是你后爹呢。咋了？你是怕挨揍？放你个番茄手抓饼屁！老子今天非得教训你这个没大没小的死丫头。说完他立马朝余花冲去，不料被余花一顿击中腰，直接摔了个狗吃屎。余花也没停下来，继续击打在地的刘屠夫。刘大见到自己爹被打，也红温了，挥拳就打向余花，却被余花一个闪身躲开，朝他后脑来了一棍。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打怎么不打了？不打了，我错了。于是你是死的吧？还不赶紧让他停手，我会被打死的。直到杨李正来了，余花才停了下来。
李正叔，又得麻烦您了。李正，您来的正好，这死丫头差点把我们打死了。李正，您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我们是来找媳妇回家的，结果被妓女打了一顿，太过分了，竟然打他继父。李正叔，我家户口簿上只有我姐弟3个，其他人我都不认识，我连我娘都不认，还认什么继父？确实，再说你娘已经改嫁了，也不再是你家的人了。杨李正，余花答应接我回家的，就算不住在一起，我住在老房子就行了。你想屁吃啊！你已经是我刘家的人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嘛。我可是给了3两银子的彩礼。再说这2个月你在我家吃了不少肉，吃了不少粮食，你想这么轻易就走？没门！爹，你快把彩礼钱还给他们，我要和他和离。妹妹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有回娘家要钱的？你的意思是你们没资格管我娘的事吧？她虽嫁出去了，但还是要孝顺自己的父亲。哥，你现在看清了吧？你挨打的时候，你爹和你大哥袖手旁观，让他们救你，他们也不愿，却让你来偷我的卤豆腐方子，这样的家人，你还打算回去吗？帮你的孟加拉老虎香辣屁！你这死丫头就知道挑拨离间，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哥，你还要和余家站在一边吗？还要再让他们卖你一次吗？妻子每次吃一块肉，丈夫都会悄咪咪用小本子记下来，然后在离婚时，丈夫就要求妻子全都把肉吐出来。你想你的印度马拉松屁吃！你已经是我刘家的人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我可是给了3两银子的彩礼。再说这2个月你在我家吃了不少肉，吃了不少粮食，你想这么轻易就走？没门！余花丫头，现在我啥都明白了，我要跟姓刘的和离，我要在大正村好好过日子。你们3要不愿意跟我住也行，我自己种点吃的也能活下去。你还想和离？先把银子赔给我，还有我的医药费，我就休了你。你们打我娘那么多次，今天我只是小小教训一下你，先把我娘的医药费赔来，不多，3两银子而已。什么？男人打老婆天经地义，没听过还要赔钱的。余花不理会刘屠夫，而是转头对李正说：“李正叔，今天我娘要跟这姓刘的断绝关系，请你帮我们写份文书。”于是你真的要跟这人断绝关系？我要跟他断绝关系。哼，你要是敢擅自做主，就不再是我余家的女儿。以往余氏对于自家人从来都是百依百顺，但这次余氏却十分坚决。你们从来没把我当女儿，只当我是赚钱的工具。余花说的对，你这样的娘家我要来有何用？我不准。你不准，大家都给我做个见证，我们姐弟不在家，这帮人硬闯我家，把我房子都砸了，还偷东西，我这就去报官，我屋里还有5两银子。余花丫头，我给你做个见证。我也给你作证。此时刘屠夫气的都要炸了。你家连一个铜板都没，哪来的5两银子？就是有5两银子，就是你偷的，敢说你没把我家翻个底朝天？这时刘屠夫才发现自己掉进了余花的圈套。我要报官，你们准备去叙利亚挖土豆吧。此时杨李正已经写好了和离书，只要于是和刘屠夫签名了，就再无任何瓜葛。于是赶紧按了手印，但刘屠夫却还想硬撑。我跟县衙的捕快熟，没骗你们，你们问外祖父他们就知道了。刘屠夫依然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不签就散了。小伯，你去找老孙，我要租他的牛车去县衙。签就签，一决就一决。当刘屠夫签了字后，于是顿时捂脸痛哭，他终于得救了。从此他不用再提心吊胆，不用再怕挨打了。一决是一决了，但聘礼银子得还我，我花钱娶媳妇，现在媳妇跑了，银子无论如何都得还我。那是你和余家的事，跟我们无关，因为你的聘礼都被余家拿了，你就找余家还。关我余家什么事？是你们让你娘和离的，自然聘礼就该你们还。懒得再跟你们逼逼赖赖了，赶紧从我家滚！今天这事所有人都看见了，你们要想去叙利亚挖土豆的话，我就成全你们。岳父不，余老头，你们要是不还银子的话，我让你们刘家好看。说完，刘屠夫就走了。没了刘屠夫撑场面，余家父子也跟着走了。等所有人都散了，于是又哭了。不过这次是开心的哭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瞎了眼盲了心，才遭到这样的报应。而余花懒得安慰于氏，只觉得有些累，毕竟打了一架。大姐，你去歇着吧，我和哥哥做饭。一边的于氏连忙拦住喜儿，你们都去歇会吧，我来煮饭。然而进到厨房，于是又打起了小心思。喜儿，现在我离开了刘家，多亏了你姐姐帮我出了口恶气。你看这样好吗？以后你和你姐姐好好做生意，你哥哥好好读书，家里的事都交给我。娘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姐姐已经买了那老房子，你需要什么就搬过去。喜儿的语气让于是觉得很陌生。喜儿以前总是黏着我，胆小还爱哭，现在怎么突然长大了？是不是你姐姐的主意？你姐姐没在家里长大，跟我不亲，但你和小伯都是我带大的，你们也不希望我留在家里吗？只要你们去劝劝你姐姐，她肯定会同意的。唉，
娘，我们现在愿意认你，你就知足吧。想起我和哥哥看到爹爹裹着草席躺在门板上，我去找姐姐，哥哥守着爹爹时，我们都无法原谅你。而且姐姐带我们去外公家找你，你宁愿再嫁，也不管我们。那时你可是信誓旦旦说你不会后悔的，当时我们的心都凉了。我们还愿意留你，一是你现在真的挺惨的，二是考虑到小博的名声，我们每个月给你10斤米，20斤杂粮，再给你100文钱，这样你也能过得去。余花，我知道你怨我，但我还是你亲娘啊！我保证不干涉你们的事，我会把家里地里的活都做好。你们天天吃好的，却让我这个当妈的吃啥呀？你也别觉得委屈，我去当童养媳那几年，每天吃个红薯或土豆，陈家有剩菜时，我才能吃好点。唉，好了，你搬过去后，缺啥少啥就从家里拿吧。说完，喜儿和余花就离开了，只剩于是一个人默默流泪。最后，于是还是拿了一些东西和一些工具回到了老房子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余花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，便开始在村里招代理，大概招5个人，我就不亲自去卖卤豆腐了。如果你们想做代理，可以从我这里进货，批发价10文1斤，卖出去是12文1斤。此话一出，很多人都心动了，但还是有人唱反调。太黑了，自己在家坐着收钱，我们累死累活帮他卖，才赚2文钱1斤。我勒个豆！孙婶子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找你做代理的。孙婶子呆住了，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淘汰了，而其他人自然没有孙婶子嘴欠。自家种的菜拿到县城卖，1文钱1斤都还好，县城到处都有卖菜的，有时候1文钱卖3、4斤，有时候还卖不出去呢。卖1斤挣2文，也挺赚钱的。当我的代理，不能砸我的招牌，不能短斤少两，不能乱涨价，也不能乱降价，进多少货看你们卖货的能力。我建议开始别进太多，不然卖不掉就砸手里了，我可不回收。先定5个名额，要是谁砸我招牌，以后永不合作。我话说完了，谁同意谁反对？这话自然没人反对，几乎大部分村民都报名了。然而令余花没想到的是，于氏和李正娘子也报名了。最后余花选了5个和自己关系较好的人，分别是于氏、李正娘子、青牛，还有2位婶子。次日一早，5个人就开始到县城卖卤豆腐，而余花则给酒楼供货。当天5个代理全部都卖完了回来，每人都挣了40、50文。要知道村里出去做工的汉子，每日里也就赚个20、30文，那得辛苦一整日，这把村里的其他人都羡慕坏了。果不其然，余家和苏两家又找上门了，但这次2家人个个都堆着笑脸。余花，你是我亲外孙女，你娘回来帮你做事，我们都安心了，都是一家人，这时候就不能给别人占便宜，让自家受委屈，对吧？余花，你是我们苏家的孩子，肥水也该留在我们苏家，你说是不是？哼，你们2个黑心干的，余花都跟你们断亲了，还到这里来打什么秋风？你这老登说胡咧咧什么？就算断亲，这3个孩子还是我们苏家的，这是事实，跟你们余家有啥关系？这3个孩子怎么就跟我们没关系了？我可是他大舅，你们断了亲，孩子和他们娘没断，只要没断，我们就比你们亲。看着2家狗咬狗，余花只觉得好笑。你们2家跟我们都没关系，我只认我娘，你们别想打主意了。好了，你们都给我出去！你这没良心的死丫头，你妈自己断绝关系，但刘家还让我们赔钱，你们得还给我。活该！你们快滚出去！是想要我把你们轰出去吗？对于余花的厉害，2家人都很清楚，虽不甘心，但也只能灰溜溜走了。然而余家父子不甘心，又跑到老房子找于氏。你这个赔钱货，赶紧还我那3两银子！爹，大哥，你们再打我，我就报官。给你脸了，还敢报官？你们是不是皮痒了？先到我家闹，这下又来这里闹，还是你们想挨揍？我教育女儿，关你这死丫头什么事？这房子是我买的，我不想让你们进来，没经过我同意擅自进屋，我就可以报官？还是又想偷东西是吧？难道你们申兴村的人都喜欢偷东西？余老头一听余花扯到村子，顿时愣住了，毕竟村子的名声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。放你的浪漫土耳其风景屁，你胡咧咧什么？这是你们申兴村的人第2次来我们大正村偷东西，到时候我们村的李正找你们李正就有好戏看了。你这死丫头真个颠簸了，出不出去？你这黑心肠的死丫头真是大逆不道，忤逆不孝。你这黑心肠的老登，为老不尊，还不快滚出去！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，你就让她这么对我们吗？余老头想让于氏劝余花，然而于氏却一言不发。老天爷呀，不仅外孙女这么不孝，连亲生女儿也这么对我。你们快走吧，以后别来找我了，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你们除了想占便宜，有心疼过我们吗？好，我们走，你可别后悔。余老头本想着于氏会后悔，会挽留他们，没成想于氏根本没这意思，最后他们也只好气呼呼的走了。余花，还是你疼娘？没事的话，我走了。等余花走出院子后，于氏叹了口气，这孩子怎么这么狠心呢？
时间过得飞快，5个代理靠卤豆腐卖了3个月，就挣了3、4两银子。青牛呀，咱们做了新衣服就行了，为啥还要给阿爷阿奶打新棉被呢？这得2两银子吧？这被子你盖，我们用旧的就行了。阿爷阿奶，咱们每人做1件衣服，又打棉被，我手里还有银子呢，再干半个多月，咱们就能过个肥年了。青牛呀，你每天往县城跑，一定很辛苦吧？哪有辛苦？我喜欢做买卖。余花说，只要产品好，服务好，嘴甜了，生意自然就好。而余花自从招了代理，加上给酒楼供货，每天就可以赚3两银子以上。小伯、喜儿，明年咱们可以去县城开店了，租个带小院子的门面，你们觉得咋样？大姐，县城没村里好玩，总是要走出去的，不能老待在村里。当然，家里的田地和房子都在，想回来随时都行。再说，明年小伯也该去县城上学了。其实余花对村里也有些感情，自从她有钱后，村里人对她的态度好多了。大姐，我才读半年书，就能去县里上学了吗？我觉得没问题，你很聪明，也很努力，不过还得看学堂的夫子怎么说，可能会有测试，通过了才能去读。大姐，万一我通不过测试咋办？那就晚点再去办，不过我相信你肯定行的。大姐对我期望那么高，我怕到时让你失望。你别怕我会失望，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，就算通不过测试，也不代表你学得不好，只是因为你才读半年书嘛。这个男人满心欢喜的来接自己的妻子，不料却看到妻子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。你个贱人，竟然敢在这偷人！余花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原主的那个前任废物男人。余花呀，你瞧瞧你干了什么好事？我们好心来看你，竟看到你和野男人在一起吃吃喝喝，你说说你都干了些啥见不得人的事呀？余花，他们在街上找到我说你们先前只是发生了些口角，如今他们要来看你，所以我就带着他们来了。这娘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你是谁？敢在这里放肆？你又是谁？余花是我未婚妻，从小就在我家，是我的童养媳。你们母子俩来干嘛？你们心里打什么主意？我很清楚，是看到我赚钱眼红了吗？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秀才，还不赶紧去攀上个富婆？还是现在没人要了？你是个没羞没臊的丫头，居然说出这种大逆不道话来！余花，别闹了，跟我们回家吧。你娘现在也会卖菜了，能养活你弟妹了。你跟我们回去，明年就办喜事，这是你未来的相公。看到你这样跟别的男子谈笑风生，你说他生气不生气呀？吴氏耐心说着，说的好像他原谅余花的罪过一样。这些动静也引来了一群吃瓜群众，大家看到余花的前夫和婆婆，还有谢承安，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余花呀，陈秀才和婆婆亲自来接你了，别再生气了，跟他们回家吧。是呀，快过年了，回去一起过个热闹的新年。他们亲自来接你，多有面子呀，别生气了。于是也一脸希望的看着余花。对于府城来的谢承安，于是根本不抱期望。这公子哥只是住过1晚，吃了2次农家菜，觉得新鲜而已。而且府城公子哥家的门有那么好进的吗？余花丫头啊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跟着陈秀才，你就是正式的秀才娘子。这公子哥虽然非富即贵，但大家都讲究门当户对。这番话把一边的谢承安羞得满脸通红。喂，你们疯了吗？我家少爷只是来买卤豆腐的，和苏家姐弟3人熟，又和小伯投缘，才一起吃了2顿饭。你们瞎说什么？小心我家老爷！这时谢承安咳了一声，阿福也不敢再说了。余花呀，这公子哥家里不认你，但我们陈家认你。你收拾收拾，跟我们回去。这新做的衣服、被子，还有做卤菜要用的佐料都全部带上。这时喜儿忽然跑过来，抓住余花的手。大姐，不要走！你这小丫头，姑娘大了总要嫁人。再说，以前我家给了1两银子，后来余花丫头回家时又给了1两银子，我们陈家也对得起你了。你们陈家真会算计，算盘珠子都打到我们脸上了。以前想考秀才，想娶高门大户家的小姐，所以急着赶走余花丫头。现在看到余花会赚钱，又打赢钱的主意，你们陈家还有什么脸来我们村？余花丫头早就和你们退亲了。也不知何时从哪走出来了。见余花没否定他的话，他心里得意洋洋。余花呀，咱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苏家，和陈家这个外人没法比。我也不用你来多说，我和你们苏家大房二房也没啥好说的。听见了吗？你们算哪根葱来管我们的事？我们的事于嫂子说的算。这话让于氏很是尴尬，自己带陈秀才母子来，是不是错了？你们都走吧，我这房子谁都别想沾，哪怕是我亲娘，更别提什么血缘关系或者退了经的前任。喜儿顿时放心了，而小柏一直都不紧张，他相信大姐会把这些人都赶走，毕竟这种事已经发生好几次了。余花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可是你的相公啊，我可是你的婆母，我们都不计较了，你还得寸进尺。你在我们陈家时，
我们亏待过你吗？倒是你，又打公婆，又打相公，连小姑都打，败坏掉这丫头的名声。看她还奢望着嫁入高门部，别说府城的高级名门，就算这村里的普通人家都别想，只有我们陈家还敢娶她。别以为败坏我的名声就能让我改变主意吗？告诉你，一个秀才都敢带着你娘来抢我的钱，如果这事传出去，你名声会怎么样？陈星学听了，顿时涨红了脸。我现在有钱，我就是不嫁。告诉你们，我有钱自己以后盖房买东西过好日子，我不用嫁人，别想用这破事威胁我。说完，余花拿出擀面杖，我懒得跟你们逼逼赖赖了，走不走？不走，我将你们打走。陈星学母子脸色一变，他们可吃过擀面杖的亏。我呸！你这个小贱人，小娼妇，我倒要睁大眼睛瞧瞧，你还能嫁给谁？莫以为挣了几两银子便猖狂起来，谁会要一个退了亲的童养媳？不是还想骂，但看到余花举起擀面杖，吓得马上就走了。都走吧，没啥好看的，就是那个秀才啥的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，还真别以为我是高攀了他们，我懒得攀。众人见余花语气轻慢，完全没有委屈的样子，都不禁对余花又高看了一眼。我们家余花就是有志气，惹了麻烦的何氏连忙赶人场，然而余花却不给好脸色。你卖你的卤菜就是了，我的事你不要插手，免得给我惹出麻烦。于是没出声，心有余悸的跟着吃瓜群众离开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妈太狠心了？余花的口气像没事发生过一样。没有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不过可能有些对不起你，因为你们家被人说了很多闲话。其实我也没啥朋友，同学倒是挺多，但真心聊得来的没几个。你既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可惜啊，男女有别，不免有些流言蜚语。虽然我不怕这些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你真的不怕吗？我真的没什么好怕的，我又不靠名声吃饭，再说我也不靠名声找对象，只要不靠名声赚钱，名声对我来说真的没什么威胁。余花想了想又说，但你不一样，你要参加科举，你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的，如果我这个朋友也成了别人攻击你的弱点，那还是少来往比较好。谢承安眼里的光又暗了下来，阿福悄悄松了口气，还好这位苏姑娘明事理，虽然年纪小，但也不能保证她不会成为少爷的弱点。要是姨娘那边的人拿苏姑娘当借口攻击少爷，那怎么办呢？虽然少爷说帮夫人买药，但天天来往也不好。随后几人吃完了饭，谢承安和阿福就驾着马车走了。很快到了过年，5个代理都来给余花送了礼物。余花，婶子多亏了你才赚到了钱，我爹看病需要钱，可我毕竟是嫁了出去，哪有老是贴补娘家的道理？但你让我几个月就赚到了5两银子，除了2两银子给了娘家，让我爹有钱看病，我自己还存下了3两。如今的日子真是好多了，过年也有钱买只鸡，买条鱼，多买点肉吃了。余花没想到一向挺乐观的刘婶子家里也有难处。婶子，你这肉我不能收，我家不缺肉。我知道你不缺，但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一定得收下，我还盼明年你再带我赚点呢。刘婶子都这么说了，余花只好收下。这太贵重了，不用这样。你这姑娘真好，你看我这新年好多，哇塞，都是你让青牛赚了钱，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。余花只好收下，又让喜儿给牛阿奶拿2斤红糖。没想到牛阿奶怕余花他们硬塞给他们，3人一溜烟就走了。然后李正家的又来了，不过来的是他儿子杨斌。杨斌在县城读书，这次回来是李正媳妇让他来送礼，还让他看看余花。余花当然不知道这些，以前没注意他们3姐弟，原来他们挺白的，特别是余花，脸泡了点，更可爱了。是不是天太热了？没有。他把腊肉给余花后，就一溜烟跑了。大姐，你将来会想嫁给杨家哥哥吗？你这小姑娘这么小就想这些，我不嫁人的，别操心了。喜儿和小柏听到，又开心又担心。大姐，你想嫁就嫁，我俩也能过得好。你们别瞎操心，过完年我才14岁，大好青春，应该好好赚钱。听到余花的话，弟妹俩忍不住笑了。大姐，我懂了，我要好好读书。大姐，那我呢？我的青春用来干啥？喜儿有点急，生怕被当成累赘。喜儿，你不是一直帮我忙吗？照理我也该给你发工资的。我们3个能过上好日子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配方，以后可能我会研究出更多好吃的，你们更要小心，特别是不能让亲近的人骗走。杨小芝也知道余花说的事关重大，每次吵架都是因为这个配方。知道了，大姐，不管是谁都别想知道我们的配方。对，我们一定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的配方的。而后几人来到于氏的老房子拜年，顺带提了一嘴小柏年后可能要去县里念书的事，于是又高兴又紧张。那你们姐妹俩呢？是想去县城租房住，还是留在村里？在县里住的话，小博上学方便多了，自己也能开店，到时候忙的话就让于氏帮忙看店，给工资就行。再看看吧，租个房子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女儿这口气肯定是挣到不少钱呢。余花呀，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村里建个青砖大瓦房，就像李正家那样大气？现在住的挺好啊，盖房子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暂时没这个想法，太引人注目了。才不外露，已经被人眼红了，要是盖了好房子，怕是更遭人嫉妒。余花，过年你就14了，既然不想和陈秀才再有瓜葛，也该想想未来了。不是说马上结婚，但也可以先看看。
我才14，急什么？再说我带着弟弟妹妹过日子挺好的，结婚干嘛？去别人家当保姆，伺候一大家子，还是让别人来享福？余花的话让于是沉默了一会。但女孩子总是要嫁人的，谁说的？不嫁人也不犯法，我过日子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见气氛变得有些尴尬，于是这时掏出3个红包，虽然少了点，但这是娘的心意，你们姐弟3个都要好好的，当然以后有出息了，娘就更开心了。姐弟3人乐呵呵的收下红包，每个里面有1000银子，还算大方。娘，你一个人过挺好的，要是再婚，能给我们这么大红包吗？说不定还要给别人干活，赚的钱也不归自己。要是还在刘家，就算卖卤菜，赚的钱能自己花吗？能给孩子们这么大红包吗？肯定不行。一想到这，于是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也不是这么说，嫁人也要找个老实本分的，只是人都是贪心的，老实人太少了。总之找不到就自己过吧。你们放心，我是不会再嫁人的，羞都羞死了。我以后只想着你们，现在攒钱也是为了给你们准备嫁妆。于是说话突然煽情起来，让姐弟3人都有点不习惯。你还是把钱留着自己用吧，想买啥就买啥，我们这边的钱够用的。你的钱也是你辛苦赚的，我的钱虽然少，但也是心意。其实你还是个小姑娘，抚养弟妹的重担应该由我来承担，都是我没用，才压到了你的身上。小伯，你读书学费也不少，我也尽一点心意。说完，他拿出1-2碎银子，小柏有点紧张，不知道该不该接，就看向余花。余花点点头，他才接过来。喜儿，你还小，以后成家，娘也会给你攒钱的。于是这事转性了，看着余花疑惑的眼神，于是有点不好意思。这些天我把事情想了很多遍，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你们，当时我肯定是脑子进水了。余花呀，我知道你现在不信我的话，我也知道时间长了才能看出人心，你放心，你外祖父他们再也不能控制我了，我也不会那么傻了。于是这番话倒让余花有点惊讶。古代的女人都是附属品，在家听父亲，出嫁听丈夫，老了听儿子，像于是这样一直被他爹控制住，怎么会有了自主意识？现在我挣了不少钱，我们3姐弟够花的，你对自己好点，该买新衣服就买，该吃好吃的就吃，别再给你家贴补了，他们你是喂不熟的。你们放心，以前是我傻，以后不会了，你们才是我最亲的人。几个人刚回家，堂哥堂姐就来了。苏老大、苏老二毕竟是长辈，他们不好意思给我拜年，所以逼着孩子们来。大过年也不好马上赶他们走。余花妹妹，那个从府城来的公子哥呢？还会不会来？大姐，你是不是在想那个谢家公子啊？我们可是农民的女儿，高攀不上吧？你这辈子当然只能待在村里了，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管我想什么？两人的对话让余花很是无语。他来不来我怎么知道？他就是来买点新鲜菜，你们想太远了。人要长远考虑，不能只看眼前，不早做打算，哪有未来？余花想反驳，但又觉得有几分道理。余花妹妹，能不能让我娘也做你代理？其实我能做事很勤快的，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余花妹妹，让我娘去，我娘是个老实人，做事很靠谱的。这下子余花总算明白了他们的来意。代理早就定好了，再说就算不够，我也不敢请你们母亲，我们本来就不是亲戚，已经断了关系。两个姑娘脸色顿时一阵红一阵白。你这个臭丫头，别不知好歹！